让我给你一条生路。你是在颤抖吗？穿越航海求生，幸运的人开局拥有特殊船只，有人的船火力全开，武装到牙齿；有人的船速度巨快，乘风破浪；有人的船无比坚固，一往无前。而我开局一艘幽灵船，带给我的只有无尽的噩梦。这是哪里？欢迎来到航海求生游戏。为了公平，所有玩家的身体都是健康的。接下来，你们可以在海上自由航行，做你们想做的一切。是成为无名小卒，还是名扬天下，大海会给你无限可能。注意，不要被背后的黑雾追上。当前黑雾的速度为10节。我竟然站起来了，这简直是奇迹！这声音说的竟然是真的。看来大家应该知道自己在哪了。每人间隔超过500海里，短时间内是不会碰面的。在你们脑海中小册子名为航海日志。航海日志就像系统界面一样，赵大壮打开自己属性页面。成年人属性各项平均值为5，可以通过后天锻炼提升到10，精神越高，理智抗性越高，同时理智恢复速度加快。理智低于50将疯狂，低于30将产生自杀念头，精力低于50将困倦，低于30可能昏倒。钢铁意志，你永不服输，精神属性+1，你理智至少会保留一点，且不会自杀，理智大量降低，低于50，会进入癫狂状态。随后赵大壮打开了聊天频道，世界频道已经热闹起来。有人吗？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刚刚在拉屎，还没擦屁股呢，转眼间就到船上了。谁绑架的我？你知道我爸是谁吗？说不定你爸也一起过来了。儿子，是你吗？别特喵的瞎认。我骨折的手居然好了。你们手册的规则也是7条吗？我们应该分享情报，彼此帮助。你们有检查过船了吗？我发现了一件装备。异魔是什么？难道这世界有怪物？我怎么啥都没有，只在船舱里找到了一些带水、面包和蔬菜。船呢？你们的船大吗？我的船有100多米，太大了。什么？我的船只有10米，这游戏根本不公平。你们都是傻子吗？他的船速只有5节，比黑雾还慢。他完蛋了。航海公告，你们所有人开局都不一样。船只、船上物品、个人天赋和起始位置都是根据你们性格经历设定好的，拒绝异议。赵大壮也开始在房间翻找起来。不远处桌子旁边有一具干枯的骸骨，手里还握着一把碎发枪。净水锈蚀的碎发枪，种类遗物，品质精品。这曾是一把大师之作，但锈蚀严重，只有50%概率能打响，可对异魔造成中量伤害。不需要子弹，自动装填时间为1分钟，弹容为1。发现骸骨下方还压着一张纸，已经腐烂了。船上没补给了，我只能尝试钓鱼。今天运气不错，钓到一条老虎斑，足够吃2天了。嘿嘿，我钓到一把古董手枪，虽然枪声古怪，但看起来值不少钱。海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随后赵大壮来到了甲板上，他抬头仔细打量自己的船只。梦魇号1级，耐久300，容量400单位，航速40节。船体技能梦魇，船上睡觉会做噩梦，精力恢复速度减少75%。噩梦可以预知未来发生的事情。垂钓者的诅咒，这艘船被诅咒，钓不到正常的鱼。我的开局补给为0，毕竟这幽灵船在海上漂了不知多少年，如果有吃有喝，那才奇怪了。通过世界频道聊天，赵大壮发现钓鱼竟然能调到物资。他的船也有一根钓竿，在甲板上。要是能钓到淡水和食物，那就好办了。找有藤壶的发霉钓竿，良品，减少钓到正常鱼类的概率，略微提升钓到不明物的概率。相信我，你不会喜欢它钓上的东西的。这不明物想必也包括淡水。这里钓鱼不需要鱼饵，赵大壮立刻开始钓了起来。没多久，系统提示音传来：烂木头+1，
掉了几个烂木头之后，突然有鱼咬钩了。这是鱼。你发现一条怪鱼，理智下降2点。长腿沙丁鱼，食物深渊鱼种，可以吃，无毒，味道鲜美，但吃它需要勇气，可能降低理智。据说经常吃它可以变成大长腿。穿越航海求生，幸运的人开局拥有特殊船只。有人的船火力全开，武装到牙齿；有人的船速度巨快，乘风破浪；有人的船无比坚固，一往无前。而我开局一艘幽灵船，带给我的只有无尽的噩梦。赵大壮拍下这条鱼的照片，分享到了世界频道。请问你们有谁钓到过这种鱼吗？我操，你这是什么东西？精神污染啊！理智减吧。你管这叫鱼？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眼睛？理智减10。拉黑了，此生不复见。忽然有一人发了私聊：你所在海域的海水是不是黑的？最好快些离开，否则可能遭到一些正体不明的怪物袭击。并不是，我的船是幽灵船。哇，你可以啊，加个好友呗。起风号船长徐达提交好友申请。你最好不要再发这种照片了，我理智只有54了，再跌就要发疯了。好吧，我知道了。赵大壮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但为了食物和淡水，只能尝试继续钓鱼。你钓到一条长腿沙丁鱼，你钓到一条长腿沙丁鱼，你钓到一条瘸了一条腿的长腿沙丁鱼。你的理智下降1。赵大壮感觉系统就是故意的，给他一艘不正常的船。换成常人，钓鱼都钓不了1天就会发疯。除了这怪鱼，毛都没见到。说好的农夫3全呢？赵大壮直接抓起一条长腿沙丁鱼当做鱼饵，开始了下一次垂钓。这次钓了1个多小时，才有鱼上钩。囊种刺豚，种类食物，深渊鱼类，它的体液含有剧毒，正常人不会吃它的，除非不想活了。这鱼很恶心，你理智下降啊。有剧毒吗？可以用它制作一把带毒的武器。天色渐暗，系统强调过夜晚会有危险。就在他收起钓竿，海面突然飘过一个特殊物体，那好像是一个宝箱。赵大壮操控船头的转钩，抓向宝箱。进水的腐木宝箱，这或许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宝箱。赵大壮留了个心眼，一手持碎发枪对准宝箱，用长矛将其挑开。先生，能不能耽搁您几分钟，容我给您介绍一下全知全能的主？你不能理解他的话，理智下降5点。先生，能不能？听见古怪的枪声，你的理智下降3。赵大壮感觉心底好似涌起了一股欲火，有点想吐。等恢复冷静，查看起这怪物。人头章鱼，食物素材，深渊鱼种。不要试图去理解他的话，那不过是为了偷袭你、分散你注意力的手段。但你如果能理解他的话，那就只能祝你好运了。可食用，可作为素材，微毒性，吃下后力量暂时加1，体质加1，精神减1，理智减20。这东西还算有点价值。赵大壮把人头章鱼收入仓库空间，然后继续查看宝箱内部。你获得100海螺币。说好的淡水呢？海螺币暂时又用不了。没多久天彻底黑了，淡水的话只能明天想办法。赵大壮没有睡意，于是打开世界频道。我抓到一个木质资源宝箱，开出来1单位钢铁，20单位木料，20单位布料。那你岂不是很快就能升级船只了？羡慕啊！我睡不着。你们有没有发现海面的浪好像变大了？风浪越大，鱼越贵。兄弟们，钓鱼走起！你们有没有听见歌声？还怪好听的。没有啊，你别吓我。大海上哪来歌声？我看见了，是个美女在唱歌，好性感。她在朝我招手呢。我操，哥们，那是只海妖吧？之后那人再也没有聊天。赵大壮把碎发枪摆在床头上，长矛就靠在墙上，才缓缓睡去。
在死亡，理智下降15。还好是梦。门怎么开了？是风吗？不对。我勒个去！看见不明生物，你的理智下降5。就速度而言，不是我的对手。48、47、46，能解决他。3、2、1。恶心的臭味，你理智下降5。溺亡者，溺亡在海里的不幸之人，怀着对生者的怨念，重新站了起来，可以用于怪物扭蛋机。怪物扭蛋机，那是什么东西？穿越航海求生，幸运的人开局拥有特殊船只。有人的船火力全开，武装到牙齿；有人的船速度巨快，乘风破浪；有人的船无比坚固，一往无前。而我开局一艘幽灵船，带给我的只有无尽的噩梦。船上竟然还有东西！正是那具船长骸骨，他活了，手里拿着钓竿，看着赵大壮。你这老廖！被王者偷袭，你理智下降10，理智低于50，你进入癫狂状态，免疫绝大部分精神负面状态。氧加2，敏捷加1，体质加1，精神减2，无视疼痛，不知疲倦，直到理智恢复。要是枪支走火，打到自己就完蛋了。他不是要碎发枪吗？那就让给他。你吞下了人头章鱼，液氧加1，体质加1，精神减1，理智减20，持续1分钟。船长的遗骸，他曾经是一位酷爱钓鱼的船长，直到他钓到了可投入怪物扭蛋机。看来制服怪物或者杀死怪物都能得到他们的情报。不过这怪物扭蛋机到底是什么东西？精力这么低，难怪累得要死。明天一定要修这个破门，再设置一些发生陷阱，起到预警的作用。一夜过后，赵大壮憔悴的像变了个人。刚来到甲板，就发现船上多出了一尊。这又是什么鬼东西？昨夜共有13000人成功击杀异魔，其中1人更是完成了惊人的双杀。系统将根据你们的战绩赠予一项特殊天赋，同时怪物扭蛋机开放，你们可以往扭蛋机里投入怪物的尸体组织，获得扭蛋奖励。这世界有怪物都啥样了？有人见过吗？昨晚有个骷髅怪撞我们，我没开，早知就开门搏一把了。你开了，说不准就挂了。怪物扭蛋机，你们找到这玩意儿没？我找到了，就在船头甲板，是个大脸猫，还怪可爱的。我的怎么在船舱里？是个卡通机器人。靠，我的是小丑，真是吓死个人，还摆在船长室。赵大壮看着自己的扭蛋机，还真是恶趣味十足啊！还需要解锁的，这也太坑了吧！很快就有人发现了天赋解锁条件。我的解锁条件是走路，要走10万步，太坑了。你的还好，我的是呼吸300万次，随缘吧。你们还算有目标，我的是另一百，根本毫无头绪。随后，赵大壮拿了溺亡者的断手，将其投入章鱼人扭蛋机里。
逆王者之月，种类消耗品，品质良品。简介服下后，理智减20，1分钟内将被视作逆王者，不会受到低等异魔的主动攻击。这东西倒是个不错的保命道具。穿越航海求生，幸运的人开局拥有特殊船只。有人的船火力全开，武装到牙齿；有人的船速度巨快，乘风破浪；有人的船无比坚固，一往无前。而我开局一艘幽灵船，带给我的只有无尽的噩梦。赵大壮忽然发现身体有些不对，脸很烫，肚子有些疼。糟了，逆王者有尸毒，我被感染了。记得曾有人钓到过普通品质的绷带，有加速愈合和消炎的效果。那其他医疗物品肯定也是存在的，只能继续尝试钓鱼了。你钓到一个烂木头，你钓到一条长腿沙丁鱼，你钓到一块烂布，你钓到一条长腿沙丁鱼。赵大壮很饿，所以钓一条就吃一条。去掉头都可以吃，鸡肉味嘎嘣脆。吃多了后，赵大壮发现理智的下降是会随着同一事件反复发生而衰减。现在吃长腿沙丁鱼，理智只会下降一点，偶尔2点，这样持续下去，估计就习以为常，不掉理智了。人都要饿死了，管个屁的掉理智值！又掉了一会，赵大壮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更糟糕了，他的视线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喉重脚轻。再坚持一下，一定能钓到救命药品。你钓到一颗眼球果，眼球果虽然外表诡异，但它是一种产自深渊水域的水果，微甜，可补充维生素、盐分和水分。这果子虽然吓人，但里面的果肉沙沙的，有点甜。难道钓鱼不会出药品？不可能，钓鱼佬什么都能钓到。可直到晚上，赵大壮都没有钓到医疗物品，淡水倒是钓到了1瓶，东西基本都被赵大壮吃掉了。这淡水他必须省着点喝，淡水的出货率不高。到了晚上，发烧和伤口感染折磨的赵大壮睡不着。我刚做了2根长矛，今晚骷髅赶来，我就让他爆金币。你用长矛，还不如抡你的拳头呢。预定大量钢铁，具体和我私聊。钢铁雄心号，你小子还没死。喵了个咪，你们都死了，爷爷我都不会死。你5节传速怎么跑过黑雾的？给我钢铁，我就告诉你。在所有船只的后方，钢铁雄心号就完了。他身后不远便是黑雾，正以10节的速度逼近，海底全是鱼群，他们一样也害怕着黑雾，疯狂。速度慢就算了，天坑的是开局位置离黑雾还这么近。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船上有巨型射金鱼叉，让海洋巨鱼拖着他跑，来提高他的船速。特喵的，这些蠢鱼多坚持一下，等船升级速度就能快一些了。过了1个整晚，尸毒感染也更严重了。赵大壮艰难醒来，伤口微微刺疼，有股恶心的腥臭味，和那逆王者的味道如出一辙。我体验过比这更糟糕的局面，穿越之前瘫痪了5年。赵大壮没有绝望，又继续开始垂钓。你钓到一颗眼球果，你钓到一条长腿沙丁鱼，你钓到一……恭喜各位玩家成功活过第5天，交易系统正式开放，具体请查看日志。第5天，我难道昏迷了2天多？我好像已经离死亡不远。跟了这家伙1天多了，终于等到船主现身，只要杀死他后就能登船了。这一箭中了，看起来这破船也是艘特殊船只，不知道有什么好东西。想杀我吗？解除了登陆限制，尽管来吧。不要动，敢乱动，我立刻就打爆你的头。受到刺激，你理智下降时，你是人还是鬼？把武器扔地上，不要有多余的动作。你看到一些不明生物，有啃食迹象，理智下降期，你理智低于30。海盗长弓，应急良品，简介可略微提高射箭命中率，并减少拉弦所需力量。海盗的好伙计，你获得了400海洛币。
赵大壮走上那人的船，立刻获得了船只的信息。海盗号1级，耐久1000，容量800，航速45节。船体技能：额外找钩船左右两侧各有2个找钩，可以抓取物体，也可以抓其他船只。海盗消息：航速提高25，持续15分钟。骷髅旗帜是这艘船的灵魂，争取成为海盗王吧。这艘船虽然不错，比普通船多出来4个找钩，如果能娴熟使用，获取资源的效率将大大提高。但这并不能和梦魇号比，有预知效果的噩梦，那可比找钩稀罕多了。您成功占领了一艘无主船只，可以选择分解船只，以免物资将转移到您的船舱。在分解前，请确保您的船只容量足够，否则多出来的物资将沉入大海。本次分解，您将获得木料100，物料50，海盗号图纸1张。只有分解特殊船才会获得对应图纸，每艘船仅能用图纸改造1次，请慎重做出选择。难怪这艘船有如此多的木料，前船主应该分解了一艘普通船。赵大壮简单算了一下，分解这艘船后，他的船刚好够装下所有物资，且物资足够将他的船升到2级，可以说捡了大漏。升级之前，更要紧的是通过交易系统购买医疗物品救命。如果因为升船导致没有足够的资源换药品，那我就要彻底失变了。赵大壮关注着自己的状态，同时浏览聊天频道。这个也不行啊。圣水，消耗品，品质精品，受祝福的水，可内服也可外用，可以治愈多种毒素、诅咒，加速伤口愈合，略微恢复精力。就是这个了。你的圣水怎么卖？我需要大量布料，另外要保命道具、装备、淡水、食物，这些都可以。逆王者之愿，属性自己看，是一件良品保命道具，外加400海螺币、30木料、58布料。你的出价比别人有诚意多了。我会女神号船长周代申请加您为好友。和你比，其他人简直就是来捣乱的。我手头有4瓶圣水，但你的情况估计受伤很严重，1瓶可能不够用，所以这次我给你2瓶，算是送你的见面礼了。我叫周代，我的船可以生产圣水，以后可以长期合作，愿光辉女神庇佑你。看样子，对方也很需要逆王者之愿这种保命道具。很快交易完成，赵大壮打开1瓶，然后一饮而尽，感觉自己身体像是烧了起来，浑身灼疼难耐。随后他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感觉神清气爽。这么快就有效果了？于是他又喝了1瓶，巩固疗效，然后花50海螺币买了5条急救绷带，终于活过来了。剩下的物资还可以升级一下梦魇号。升级完毕，梦魇号升为2级船只，可到船只界面查看具体变化。航海公告：8级船的玩家数量已超过1万，起源之海将迎来新的变化。3天后，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将降临这片海域，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1万艘2级船，该死！我这还缺8个木料，有人卖木料吗？我这都到游戏世界了，却还是这么卷。鱼肉换钢铁，换的私聊，长期大量提供新鲜鱼肉。大家别买，它的鱼肉带一股火药味，难吃死了。你就说新鲜不新鲜就完了，保证现杀现卖。你们谁有低阶风之精华吗？价格好说。梦魇号后方隔着数十海里，这里有一艘特殊的船，上面有一颗巨大的水晶球。摘星号1级，船体技能摘星，显示周围100海里海域的海图，显示船名，窥探，可显示海图上某艘船的影像，1天限1个目标。这家伙没有被干掉吗？太神奇了，竟然又活了！好羡慕啊！他是怎么钓到这些宝贝鱼的？让我给你一条生物！你是在颤抖吗？不，我要的可不是这些。又做噩梦了，那个女人为什么拿着我的枪？再过1天，就是系统说的风暴来临的日子。赵大壮囤了10颗眼球果，1根黑面包，还有10几条长腿沙丁鱼。
他还钓到了一条大家伙，足足半米长。红唇鳗，食物，深渊鱼种，可食用，无毒，鱼唇细嫩，上好的烈焰红唇，可惜长在鱼嘴上。你想不想和它来一场激情舌吻？在你的2点钟方向，那里有一座岛。你是谁？这人是怎么知道我的位置的？难道有外挂？对方可能有特殊技能，看见了自己的船。按照对方说的方向开了一会，的确有一个岛屿。这岛不算大，但有不少的树，可以砍伐树木变成木料。赵大壮观察了一会，没有其他船只和玩家活动的痕迹，决定上岛看看。竟然有这么多的椰子树，椰子可是重要的淡水来源，而且耐储存，椰肉还能提供膳食纤维。这些树普遍都很高，其中有棵树上还挂着一个宝箱。可爬树的话太危险了，用枪轰断的话很方便，但动静太大，岛上如果有怪物就不妙了。赵大壮想到日志自带的合成功能，可以制作一些最基础的工具，然后用了5单位石料和5单位木料，制作了一把简易石斧，随后朝那棵最高大的椰子树走去，上面接着10多个大椰子和一个青铜宝箱。砍下这棵最大的椰子树，赵大壮精力直接扣了10点。树倒后，赵大壮立刻去捡椰子。活力椰子，食物，一种特殊的椰子，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椰汁可以提高精力恢复速度。哦，这东西正是我急缺的，这一趟算是赚大了。他打开青铜宝箱，里面立刻掉出几个光球，变成了3件道具。你获得活力椰汁爽配方，你获得食用海盐500克，你获得凉亭工具试剂合成架。赵大壮立刻做了活力椰汁爽。活力椰汁爽消耗品，一款让人活力四射的饮料，可恢复10精力，提高精力恢复速度50%，持续8小时，每次生效间隔24小时。先是在我快挂了的时候，有个疯癫海盗给我送了大礼包，接着又有好心人给我提示，真是走狗屎运了。到了傍晚，赵大壮一共获得38个活力椰子，43木料。他暂时不准备离开，准备在船上过一夜，第2天接着砍。准备上船的时候，突然发现沙滩上有一条晶莹发光的痕迹，这些痕迹发出微光。看这个痕迹，体型应该不小，得尽快离开。赵大壮不打算在岸边过夜，准备离远一些，岛上的未知生物还是警惕一些比较好。等天亮再去看看吧，毕竟这活力椰子可遇不可求啊。他驾驶梦魇号远离海岛，停在约20海里外。这个距离肯定是安全的，现在海岛都看不见了。可这是大海，哪来的女子唱歌？赵大壮迷迷糊糊坐起，眼中一片茫然。在甲板站着一只类人生物，半人半鱼，像极了传说中的美人鱼。被动听的歌声魅惑，你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理智下降时。这好美啊，太美了。你看见了一位极美的女性，身心为之沦陷，理智下降期。距梦魇号约50海里，正是尾随其后的占星号。大晚上的行船，事出反常必有妖。这是海妖？这家伙总能带给我意外的惊喜。大壮哥哥，大壮哥哥，大壮哥哥，大壮哥哥。松口，你是狗吗？咬我干什么？你醒了？我还以为你没醒呢。我都坐起来了，你说我醒没醒？你是谁啊？你被海妖魅惑了，是我救了你的命。海妖居然3天都没事的吃你，真是个奇迹。
我被海妖俘虏了，时间已经过去了3天。没错，不止一只海妖。是的，一共有3只，它们应该是一种群居生物，擅长用歌声魅惑男性。它们是传说中的奇幻生物，但在这个世界真实存在，习性也和传说类似。这粘液好恶心啊！海妖怎么还会分泌粘液？在海里，很多软体或者没鳞片的生物都会分泌粘液保护自己，所以海妖有粘液也很正常。而且这粘液在黑暗中会发出荧光，可以照亮吸引猎物，类似鱼的灯笼，方便展现自己诱人的身段，进而辅助完成整个捕猎过程。这女人全身透着古怪，像极了梦中那人。那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我叫大彻彻，不幸被海妖给抓了，成了应急储备粮。你不是说海妖的目标都是男性吗？怎么会抓你？我不是一个人，我的同伙已经被海妖吃了。实际上，大彻彻是一个人尾随赵大壮而来的，在他观察海妖入了迷，被身后突然出现的2只海妖抓住了。但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吃你。你说过了3天，可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饿？大彻彻则向另一个角落示意，在那里有一条新鲜的大鱼，身体上还有啃咬的痕迹。我难道不用喝水啊？赵大壮没有这3天的记忆，觉得很不真实。你能不能先帮我解把？再有半小时，那些海妖就要回来了。赵大壮看他的眼光变得很复杂。这女人很聪明，似乎也没有恶意，但是她太镇定了，而且她在噩梦里出现过。噩梦预示这女人会用枪瞄准自己的脑袋。女人，3句话，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你在说什么？脑子被海妖吃了吗？我手里可是有枪的。这是第1句话，你还有2句，可要把握住机会。我可以把我有的资源装备都给你，包括船上的食物。不够，我只要杀了你，这些自然是我的。我可以提供你航海图，这样你行驶起来就安全多了。航海图？我的船叫占星号，可以查看附近海域的海图。原来是这样，是你发私信诱导我来这里的，对吗？这个你应该没见过吧？这是船只图纸，只要杀了船主人，分解他的特殊级船只就能获得。你说我为何不杀了你，然后把你船只的技能据为己有呢？你真是贪得无厌，卑鄙无耻的小人！开枪吧，我会在地狱的尽头诅咒你的。倒是有几分硬气，那我就成全你。出你船上1半的物资，并提供1个月的海图，这样我就救你。我特喵的，要是不答应呢？我手里有枪，你不得不答应。大彻彻没得选，被迫答应了赵大壮的条件，但他一点也不心疼，因为他船上物资只有8单位木料、5单位布料和4升水，分出1半给赵大壮，根本无所谓。你这是在干什么？我口渴，这海妖分泌的粘液可以给我提供水分和颜色。你不怕这粘液有毒吗？不怕，你吃了3天了，也没见中毒。我勒个去！水潭、洞口，海妖一般从哪回来？都有可能。那他们是一起行动的吗？一般个头较大的那只单独行动，另外2只小点的一起行动，回来的间隔时间不长，15分钟左右。是这样啊，你能缠住一只吗？如果是小的，应该可以。我和他们打过。海妖的主要武器是歌声，但它的歌声对女性无效，而且它们上肢力量不强，力量应该在4左右，和我差不多。在陆地上战斗的话，只需要避开它们的爪子和牙齿就足够了。我当初不知道海妖有3只，不然不会被他们抓住。你手上有枪，想对付他们绰绰有余，只要堵住自己的耳朵，尽快开枪就行。有海妖回来了，你快堵住耳朵。不用管我，我自有办法。你听见美妙动人的旋律，为之着迷，陷入魅惑状态，以致下降舞。完了，这憨憨又被魅惑了。抱歉哈，虽然你真的很美，但咱们不是一个物种。你能抵御魅惑？你的枪声这么古怪，
怎么还扣了我1点理智？才扣1点，这女人果然不正常。我精神高达8点，第一次听见这枪声也掉了3点理智。大彻彻看着海妖尸体，眼中有几分惋惜。你这枪威力太大了，能不能别打头，留个完整的海妖脑袋给我？大彻彻不知从哪掏出一个瓶子，开始采集着海妖的血液和组织。你在干嘛？这海妖是我打死的，战利品归我好吧？这样，你留一具最完整的尸体给我，我把船上所有资源都给你，再额外加上1个月的海图指引，如何？那好吧，你之前说过2批海妖回巢的时间间隔都在15分钟左右，对吧？小心！歌声刺耳又动听，你理智下降我。快走，先去外边，这里空间太小，他们的歌声在洞穴里反复回荡，对我们不利。你的手枪虽然不需要装填，但会时不时哑火，对吧？这女人喜欢关注一些不该关注的事，明明对她而言没半毛钱好处。还没告诉你，风暴已经开始2天了，现在所有玩家都在拼命逃离这片海域。那你不早说？说了有用吗？还不是要对付海妖？算着时间，赵大壮回头看去，2只海妖跑进5米，碎发枪冷却时间差不多刚好结束。你枪法真臭！说的好像你枪法很好似的。你缠中的那只断手的海妖，我去解决另一只，然后回头再来帮你。行。赵大壮掏起一块石头就朝海妖脸上招呼，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陆地上的霸主。直到身下海妖不再反抗，他才停了下来。此时大彻彻和海妖扭打在一起，海妖受了伤，断了一臂。大彻彻身体虚弱，一时谁也奈何不了对方。直到赵大壮介入，打破了平衡。别开枪，我要完整的，尤其脑袋要留下。那你要我怎么做？他的胸腔有起伏，大概率也是用肺呼吸，试试掐死他。几分钟后，海妖彻底不动了。没想到海妖也是用嘴呼吸，我还以为他们有鳃呢。他的鳃在耳朵后面，具体是如何分工的，还得解剖一下才能弄清楚。低等海妖，一种在海上用歌声与美貌俘获男性的异魔，半人半鱼，通常群居。他们喜欢充分玩弄猎物后，再将其一点点吃掉。低等的海妖智慧有限，力量不强。还有高等海妖吗？若是高等海妖，触发癫狂状态前，可能已经死在了温柔乡里。纵使触发癫狂，大概率也打不过。真是可怕的生物。赵大壮开始查看最近的航海公告。一场大风暴席卷起源之海，你们需要抓紧时间逃离这片即将失控的风暴海域。微信提示：黑雾的速度将提高至15级，跑得慢可能会死哦。浪费2天了，必须抓紧时间出发才行。雷电将军，你在说什么鬼？我还以为要给我奶香的一刀。我只是从空间袋里取出匕首，准备分割这些海妖带回船上研究。这是空间袋？女巫的贴身百宝袋，宝物品质精品，大车车的专属道具，能提供1立方米的空间用于存储，但不可存放活物。一个合格的女巫，首先就得拥有自己的百宝袋。如今，岛屿已被大海淹没了大半，梦魇号距离陆地约有数百米，海上风浪很大，而且海水湍急。你身上有简易绳索吗？有15单位。太好了，你把绳索都给我，我来制作一个木筏，这样我们可以乘木筏渡过这片海域了。如果游过去的话，距离太远，太危险了。大彻彻的占星号停在梦魇号旁边，的确不好游过去。好了，上来吧，木筏已经可以了。多出来的绳索可以绑在大彻彻、赵大壮2人的腰间，当其中一人不幸落水时，另一人可及时施救。有东西，个头还不小。海里好像有一条巨蛇。
在这里。赵大壮试着把碎发枪浸在水里射击。你这是做什么？试枪。可以试试用海妖的血肉引走它。我丢远一些。不必，这是没用的。我感觉得到，他盯上我了，再邀我下去决斗。感觉？你是不是发病了？理智值剩多少？等会水下有大动静，你就直接拉我上来。你打算到水里和他搏斗？你这根本就是自杀。以这碎发枪的威力，他只需打中一次就能要了这蛇的命，而蛇想杀我至少要数分钟，因为蛇的习惯通过绞杀窒息杀敌，在这期间至少可以打出3枪甚至4枪。该咬我是吧？那我也咬你。赢了。糟糕，绳子断了，我得游上去。教えてよこの風の行方あなたの想いは誰に向け吹くの頬を伝い流れる涙が乾かないのはそんなすべて包む愛を待っているから。赌上性命来搏杀，且毫不犹豫，这已经违背了生物的本能。真是奇怪，回头得记在观察日记里。谢谢，我欠你一条命。赵大壮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但没想到这女人居然跳下来救了自己。同时，他还注意到自己的未知技能解锁条件变成2/3。到这时，赵大壮已经大致猜到了这个条件是什么，估计是濒死3次。已被咬了，这蛇很可能有毒。处置完毕伤口，两人顺利登上了各自的船。他的疯狂状态是如此迷人，绝不会退缩，有清晰的认知，会制定作战计划，但他自己可能都没注意到。他的战斗欲望有多强，多么渴望杀死对方，即便自己会死也不会犹豫。可如果对方过于强大呢？这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大彻彻请求上船。你会制作药剂？我在岛上得到了一个配方，可以用盐和活力椰子调配出活力椰之爽，你要不要尝尝？大彻彻接过来，好奇端详了一会，直接收入了百宝袋。你船上的物资我就不拿了。大彻彻无所谓，他本身就穷得叮当响。咱们要不要再合作一把？海上风暴很大，占星号还可以提供航海图，两人合作的话，把握会大很多。好呀，我就是为此而来的。赵大壮没有马上出发，因为他中了蛇毒，需要药品解毒。赵大壮走到怪物扭蛋机前，大型海蛇，狡猾的海下巨蛇，体型比一般蟒蛇还大，喜欢虐杀猎物，可投入怪物扭蛋机，微毒。将那2只海妖的血肉和蛇皮一起丢了进去。海妖之声，消耗品、养品，里面有特殊气体，吸入后可以发出刺耳的尖声，让周围生物陷入短暂麻痹，理智下降，但吸入后会导致理智丧失20%。海妖之类，遗物、养品，佩戴后精神减2，免疫魅惑效果。若听见海妖之歌，会转换成刺耳的悲鸣，并产生幻听，理智下降。海蛇之牙，宝物、良品，用大海蛇的牙齿制作的短剑，有轻微麻痹效果，可对翼魔造成微量伤害。运气不错，3个扭蛋开出了2件装备，其中1件还是武器，正好可以弥补碎发枪冷却时输出低下的尴尬。赵大壮生活在一艘幽灵船上，精神状况堪忧。你确定不把那具海妖尸体换成扭蛋？不用啦。在大彻彻眼里，这尸体的价值远远超过扭蛋。
通过研究海妖可以获得他想要的知识，而知识可比道具珍贵多了。赵大壮思索了一阵，准备用海妖之泪和海妖之声交易。他首先联系光辉女神号的船长周代。我需要2瓶圣水，有货吗？长话短说，我现在正忙着开船，没时间生产圣水，手头的存货有限。言下之意是有货，但价格高。海妖之泪与海妖之声这2个东西一起，换你2瓶圣水。你是男的吧？居然杀了海妖，这个价格我可以给你3瓶圣水，以后我们再合作，让光辉女神庇佑你。好的，合作愉快。那海蛇有毒，以防万一你也喝1瓶吧，可以解毒和疗伤。我是让你喝，不是让你收起来，你如果不喝，就请还给我。赵大壮觉得大彻彻怪怪的，活力椰之爽也是，圣水也是，海妖身体也是，他咋什么都喜欢塞进百宝袋里？你含在嘴里也不行，张嘴给我看看。赵大壮人很凶，喜欢逼迫别人。你在写什么呢？没什么。对了，聊天频道和公告你都看过了吧？现在所有人都在拼命逃离这片海域，我们也得赶快出发了。2人商量，可以通过抓钩将2艘船绑在一起。走之前，我们先绕岛1周，抓一下这些椰子，能抓多少算多少。这只海妖身体结构多处都有缺陷，称为半人鱼更合适。它体内还有免疫排斥反应，就像强行把人和鱼的器官粗暴拼在一起，两者互相排斥，需要吃人才能缓解这种排斥。大彻彻，前面没有岛屿或者暗礁之类的吧？没有呢，别打扰我，现在是关键时刻。但这种排斥反应似乎有变弱的趋势，如果彻底消失，海妖的身体或许会迎来新的变化。赵大壮和大彻彻结成船队，在海上已行驶有2天了。他们错过了赶路的黄金时期，位于大部队的末端。同时，赵大壮也在关注世界频道，掌握海域的变化与动向。完了，刚刚风太大，我好像拍反了，谁能告诉我方向？到底还有多远啊？急！手木料，高价手木料，我银行卡里有几百万，只要10个木料。海底有什么东西在攻击我的船？兄弟，会不会撞上了障碍物？不是，船体一直在响，肯定有东西在撞我的船。海水刷坏了，你们慢慢玩，我已经看得见边界了，到此。谁能救救我？这是鱼人。大彻彻，海里可能有怪物，我们得做好准备。终于完成了，这个世界真的太有意思了。解剖研究异魔数量条件达成，你的天赋解锁，竞技学者。竞技学者理智上限永久减20，神秘学系统开放，现在你可以建造特殊房间，研发属于自己的独创配方，制造独特道具。唉，你终究还是没能忍住好奇心，殊不知这可能是一条不归路。你那边到底怎么了？大彻彻，问你话呢，你在干什么？什么事？你船耐久情况如何啊？几乎没有受损。那好，你来梦魇号帮我修一下船。好的。水里有好多红色灯笼，他们在朝我聚拢。你们有谁遇到过吗？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萤火虫而已，不用怕。10几只小鱼人把我堵在船长室了，有种单挑。这海上怎么站着个人，还挡在我航线上？几乎每1分钟都有人遇袭，同时也有不少人有惊无险地冲出了这片风暴海域。赵大壮这边离大部队有些远的原因，并没遇见怪物。大彻彻，你船上有吃的吗？只有1点水了。你船上的地图还能拆的？这水晶球是个接收器，只要不太远就没问题。必须得弄点吃的，不然等没了力气就彻底完了。我试试钓鱼，你再开一回船。好的，好的。半小时过去了，终于有了反应，鱼竿线圈疯狂滚动，只见海面出现一个黑影。
瑞宇不对劲，你理智下降了。魔鬼精肉鲨，食物，受到深渊污染的鲨鱼，残忍嗜血，肉可食用，也可用于扭蛋。请注意，这是一种群居生物。当你发现了一只，意味着后面还跟着一群。看完简介，赵大壮立刻看向海面，一个个黑影浮出水面，越来越多。他们一刻也没有为死亡的同胞哀悼，朝梦魇号聚拢来，数量恐怕接近100条。大车车，出事了！哪里来了这么多怪鱼？我钓到了一条，没想到打死之后也来了这么多。又是被深渊污染鱼类，你是不是有召唤深渊的天赋？啊，不是，我这幽灵船自带的天赋之一就是钓不到正常的鱼类。很快又有几只魔鬼鲸肉鲨跳上了甲板。这种鲨鱼在陆地上有一定的行动能力，用2条后腿，如同蛤蟆一样跳跃，只是比较笨重，一次只能跳出1-2米。但它们数量如此多，根本不可力敌。赵大壮观察着鲨鱼，忽然有了想法，既然后肢只能跳跃，那肯定不具备攀爬能力，它们只需躲到桅杆上，便能远程攻击消灭它们。大车车，我们得爬上桅杆才有一线生机。我还有一把弓，你去拿着用。我要一条完整点的鲨鱼，尤其眼球必须完整。等活下来再说。剑术这么好，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学医的，但我中学时期拿过省射箭冠军，能进国家队的那种。你不早说，之前打海妖的时候怎不见你用弓？我被偷袭，弓掉海里了。你先上去后射箭掩护我。早知道大车车这么厉害，他就准备足够多的箭矢了，根本不怕这些跳的鲨鱼。可现在他们箭矢有限，不能恋战。这一枪可一定要响啊！哦，该死！你快点上来！我箭矢不多了，你最好快一些。你快一些，我箭矢只有3根啊。很快，最后3根箭矢也射完。赵大壮，你直面死亡3次，条件达成，解锁天赋，拒绝死亡。拒绝死亡，当气血低于10或受到致命伤害时触发，气血不会低于1，持续5分钟。同时，除精神外全属性加2，理智减50，之后会进入24小时的虚弱期。除精神外全属性负2，你的理智低于50，进入癫狂状态，无视疼痛，不知疲倦，英勇无畏，直到理智恢复。从现在开始，该我收拾你们了。发生了什么？我解锁了个新天赋。这样啊！大车车刚刚看到赵大壮后，理智狂降20多，差点没忍住用匕首解剖赵大壮的冲动。大车车，不能急，多闪珠。赵大壮是特殊的，要慢慢观察。赵大壮并不知道大车车这疯女人在想什么，他简单收拾了伤口，他继续掏出碎发枪瞄准射击。这些鲨鱼因为咬不到2人，变得狂躁起来。一部分开始吃已经死亡的同类。等等，不必开枪了。为什么？你瞧，囊肿刺豚的毒素开始发挥作用了。同类相食，这现象在昆虫中很常见，所以一些杀虫剂会特意延缓死亡，让虫子爬回巢穴再死，这样可以起到一次灭一窝的效果。原来如此，可我开枪不是更能加速他们死亡的进程吗？随你，给我留一条完整的就行。10几分钟后，
这些鲨鱼终于死完了，一条都不剩。发财了啊！这差不多可以扭蛋70次了吧？咱们一人一半。你去扭吧，我只需要1条就够了。这就太可惜了，那我就勉为其难带你扭蛋了。赵大壮迫不及待开始割魔鬼筋肉鲨的鱼翅。魔鬼筋肉鲨一共74条，除了1条被大彻彻解体和1条没被毒死的做储备呀，一共扭蛋72次。扭蛋机旁摆着的72个光球，他一个都没开，准备囤着一起开。里面会有什么呢？你获得1单位钢铁，你获得200海螺币，你获得5单位木料，你获得5单位石料。气死我了！我赵大壮缺的是这玩意儿吗？遗物呢？宝物呢？到后面赵大壮逐渐麻木了，基本都是一些基础资源，还有12条黑面包、5条香肠、3个西瓜。可能是魔鬼筋肉鲨太弱，比不得海妖和逆王者吧。全部开完，赵大壮只开出3件像样的物品。1件火之元素，消耗素材，品质精品，可复改变装备的属性，赋予火的力量。散发红光的渔网，工具，品质良品，可以安置在船侧，捕获不幸路过的鱼类。只是这张渔网散发着令人不安的红光，让正常鱼群避之不及。鲨鱼皮泳衣，宝物，品质普通，在水里游泳时，游泳速度增加 25%， 减少游泳精力消耗。赵大壮把大车车拉了过来，递给他1块鱼鳍，让他试试扭蛋。这条魔鬼鲨本来是准备当做食物的，但现在有不少黑面包，就没必要冒险吃了。我特喵的心态崩了，你试试吧。哇！金色传说！这难道就是欧皇和飞球的区别？出了什么东西？想知道吗？求我就告诉你。不说拉倒。赵大壮红温了，第一次觉得这游戏不公平，满满的恶意。对了，你穿这身清凉的衣服，不觉得冷吗？不冷，这衣服是一件宝物。女巫便服，宝物，品质精品，保暖防水，可提高理智的恢复速度。身为女巫，首先就得有一套便服，才能不被人发现。女巫便服，女巫匕首，女巫百宝箱，开局送女巫套装，这也太不公平了。不过他手里有威力不俗的碎发枪，但碎发枪时不时哑火，并不靠谱。不久前，他用掉了低阶火之精华，让海蛇之牙有了变质属性。海蛇之牙，宝物，品质精品，用大海蛇的牙齿制作的短剑，变质后有了火的力量，可造成伤口灼伤，还有火毒。怎么这么黑？大彻彻，你在吗？大彻彻呢？喊你话呢，怎么不回话？我们好像被包围了。那是什么东西？观测到未知巨型生物，你理智下降20。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虫子是从哪冒出来的？大约1刻钟前，天突然变黑了。当时我还在开船，发现水晶球影像里多出来了很多黑点，我就把船折后走到这里想看清楚。在后面的事，你也都知道了。赵大壮接过水晶球，仔细查看。这些巨虫应该没有眼睛，没有视觉器官，它们应该是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靠听觉或者其他感觉器官来捕食猎物。因为风暴干扰，它们能觉察的范围大幅缩小，看不见眼前的梦魇号。大彻彻说了自己的判断，同时世界频道也热闹了起来。怎么会这么黑？我彻底迷路了，谁能告诉我出口在哪？海上多出来好多巨虫，最近的一条离我不到200米，
我的天啊！佛祖啊，你抛弃我了吗？又刷怪了，爽啊！叫你们跑这么慢。大逃杀玩过吗？你们跑得慢，刷毒圈了。认得了谁？八嘎，你们就在里面等死吧。你们可千万不能死啊！你们死了，我这干掉的鱼卖给谁好啊？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脱离了风暴海域，可能是逃离的人多了，风暴海域开始驱赶消灭里面的玩家了。突然想起了一条关键情报，200米，立刻找到那人的留言。老哥，还活着吗？你确定巨虫距离你200米？是的，吓死我了！这虫子长度感觉有几十米，有3米粗细。冷静点，你再仔细看看，确定是200米。不必看了，我搞测绘的，这点距离一眼就看得出。赵大壮突然想到了什么。你说的对，这些虫子没有视力，感官受暴风雨的影响非常有限。我们可以试着从它们之间的间隙穿过去，虽然路线比较崎岖，但这些巨虫彼此之间都有不小的间隔。可是你知道安全距离是多少吗？而且它们可能存在个体差异。有位老哥给了我提示。赵大壮准备试一下200米安全距离的准确性。接下来换我来开船，你也不要待在房里，最好站在甲板上，这样虫子如果发动攻击，你也能第一时间注意到，跳进海里说不准还有生机。缓缓行驶2个小时后，赵大壮内心稍安，随后在世界频道分享了自己的发现。我发现这些虫子的感知范围很有限，只要保证200米以上的距离，它们是不会发现并攻击的。我们可以从它们之间的间隙中穿过去。小哥哥好勇呀，这也被你发现了。可距离怎么把握？天太黑了。等打雷的时候能短暂看见。多谢小哥哥，我顺利穿过去了，这方法可靠。我也过去了，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赵大壮瞬间收到了不少粉丝关注，还有人送了一些暂时用不到的物资，甚至有些人直接打赏充电了。赵大壮选择性的回关了一部分。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恐怕没勇气开过去。这个道具是我送你的回礼，宝贝可以再钓，但命只有一条，祝你好运。不愧是渔夫号，资深钓鱼佬就是豪气。地界深渊魂石，消耗品真品，可提高遗物品质，将精品包或精品以下的遗物品质提升1级。把这个石头放在耳边，你将听见源自大海深处的声音。没想到第一件真品道具居然是别人送的。赵大壮立刻使用魂石，强化了锈蚀碎发枪。散发微光的锈蚀碎发枪，遗物真品，解锁双模式，火炮模式，射出威力惊人的一枪，造成大量伤害，之后将进入12小时冷却期。标准模式，无需装填，射速提高到10秒一枪，可造成少量伤害，但有50%概率打不响。虽然威力小了，但是射速提高了，而且还有火炮模式。或许……赵大壮盯着这些巨虫看，理智值已降低到48，进入癫狂，内心跃跃欲试。不到迫不得已，不能这么做。又过了3小时，终于在水晶球上看见了一片没有黑点的海。大车车，我们很快就要出去了。你有没有觉得风暴好像在变小？如果风暴变小的话，意味着这些巨虫的感知范围逐渐变大。我去解掉占星号的爪钩，这样的话可以替我们争取一些时间。大车车，立刻跳海！来，让我们赌一把。大车车，你比我想的还要沉。这个岛屿位于缓冲地带，这里没有巨虫，风平浪静。此时，赵大壮气血也见底了。风暴海域剩余玩家数3，请尽快脱离风暴海域，否则将被黑雾吞噬。你知道你睡了多久吗？不知道。你睡了至少12小时。我醒来后把你拖到这儿，
已经过去12小时了。这样啊，难怪有点饿。你睡着的时候，真和死猪一样沉，拖都拖不动。彼此吧，你昏过去的时候也和死猪一样沉。不过你醒了就好，现在可以回我话啦。男人，3句话，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赵大壮想起来了曾经的噩梦，梦中自己被女人用枪指着脑袋，不正是现在吗？大彻彻，你这玩笑开过头了。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对了，这是第1句话，你还有2句，要把握机会。赵大壮看了下四周，岛上的树都被砍了，看样子是被碎发枪轰断的，全变成了木料堆在一起，看数量远不够造2艘船，所以大彻彻是准备独占木料，制造占星号吗？我可以把装备都给你，岛上料也归你，放过我就行。有没有想过，我开枪杀了你，这些东西自然是属于我的。你没想到大彻彻居然这么绝，亏之前这么信任他，可想了很久，也想不到自己还有什么筹码。那你开枪吧。果然，你被枪指着也会慌。这样吧，你的任何东西我都要一半，这样我就给你一条生路。什么？还不懂吗？我的意思是要和你合体。啥？合体？对，没错，就是合体。赵大壮整个人都无语了。大彻彻并不是真的想杀他，只是为了报复，毕竟前不久赵大壮也这么干过一次。我要是不答应呢？枪在我手里，你不得不答应。这女人绝对是疯了。大彻彻甩了甩手里的枪，然后在百宝袋里翻找起来。但看他掏口袋的样子，似乎蛮认真的，所以他该不会是在掏气球吧？一堆古怪的器官内脏，你理智下降我。不好意思，东西太多，有点难找。船只合体塔，消耗品，品质特殊，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将2艘船合体。合体后的船只将会更大，并继承2艘船的技能。船只最多只能拥有2艘船的技能，之后升级所需素材会适当增加或改变。你说的是这个合体？不然呢？你以为是什么合体？好吧，这妮子绝逼是故意这么说的。占星号船长大彻彻使用稀有道具捡船只合体塔，申请和您的船只合体，双方船舱里的物资相加到一起，同意还是拒绝？我同意。2人协商好选赵大壮作为新的船长。合体完成后，2个人日志的船只界面变成一致，但主权现在赵大壮手里，船也有了一次改名的机会。其默认名是2艘特殊船名字相加，叫梦野占星号。这名字太长了，赵大壮直接删了2个字，改成了野星号。如无意外，野星号应该是玩家中的第1艘合体船。你想要吗？咦，真的吗？既然跟你合体了，那我的东西都属于你了。大彻彻的船舱几乎是空的，只有1单位木料和2单位布料。竟然比乞丐还穷，你到底有没有认真求生？再造野星号共需要木料700，布料300，石料100，水晶20，钢铁10。看见钢铁和石料，赵大壮很满意，这艘船应该会结实一些了。大彻彻，你那边收集了多少木料？在你睡觉的时候，我一共收集了292单位的木料。如果把这些树的根挖出来，估计还能多一些。你在岛上收集一些石头，我去找点吃的。现在都在猜风暴海域里剩下的3名玩家是谁，怎么到现在还不出来？我看这3人都在巨虫肚子里，没被消化干净。不出来也好，这样游戏就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可趁机会升级船只，收集资源。他们该不会在海上发现了隐藏副本，在进行秘密任务吧？船炸了，还在造船。不吵，大佬就是大佬，船炸了，人都没事。荒岛上孤男寡女，男的负责收集木料，女的负责钓鱼，收集淡水和食物，简直是惬意到家了。赵大壮和大彻彻在这座岛上差不多待了4天了，
木料目前还差72单位。赵大壮，海里似乎不对劲。海里的鱼都疯了，全在不要命的往前游，估计是黑雾要来了。一堆巨虫也跟着游了过来，但奇怪的是，这些巨虫一进入缓冲地带这片安全区，就直接消失了。虾米、铁蛋、乔凡一，你们仨咋消失了？钢铁雄心号2级，航速10节，船体技能火力全开，火炮射速提高至200%，持续15分钟。3连射精狙叉，可穿透挂住某个物体，冷却时间1小时。海怪克星，威力惊人的超级大炮，可以把海怪送回老家。每次射击冷却时间4小时，它更大、更强、更结实啦！喂，两位，江湖救急，能不能帮我一把？在这缓冲地带，他找不到体型合适的巨物来帮忙拉船。见呼喊达不到效果，崔丧彪灵机一动，开始尝试改用日志的区域聊天。我是钢铁雄心号的船长崔丧彪，两位看得见我的信息吗？你好，我是衍星号船长赵大壮。大壮船长，请问你的船在哪？我怎么没看见？他沉了。崔丧彪当场傻眼，他并不知道船沉了还有机会重建，以为自己完蛋了。我们的船在重建中，现在缺70个木料。那太好说了，我送你100木料，但你船修好后能不能拉我一把？好的。眼下时间紧迫，黑雾临近，两人只有通力合作才能逃出升天。那我现在靠过来，你不要攻击我，你腰上挂着的是一把手枪对吧？这钢铁雄心号距自己起码还有几千米，是怎么看清这些细节的？但实际上，这是崔丧彪的天赋。樱木，感知加2，视力极佳，擅长追踪瞄准，火力至上。只要有充足的火力，你就敢直面任何敌人，理智不会低于50。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我用射精枪把木料给你送过来，你们不要怕。赵大壮立刻选了个合适位置，开始再造船只。衍星号2级，航速60节，船体技能梦魇，船上睡眠质量极差，会做噩梦，精力恢复效率减少75%，只对船长生效。垂钓者的诅咒，钓不到正常鱼类，钓到不正常物体的概率增加。占星可显示周围海图，半径150海里，在水晶球中查看，可设置预警，以震动的形式提示其他玩家出现。窥视可检索船名、玩家名，获得该船的坐标，查看该船的影像，一天限1个目标，选择和幽灵船合体。希望你不要后悔。走，我们上船。船舱比之前大了，有2个拓展空间，可以额外造2个拓展建筑，几乎算是2艘船的潜力合在了一起。船上的东西也都在，甚至连之前被赵大壮爆头的巨虫尸体都留了一部分。我现在来船尾，你把爪钩丢过来吧。丧彪船长，你这船太大了，所以我事先得和你说好，如果我的船拖着你的钢铁雄心号，速度达不到15节，那就别怪我弃你而去，而你也别攻击我，如何？如果是这样，让我上你的船避一避，如何？没问题。毕竟船没了可以再造，人才是最重要的。命如果没了，那就彻底完了。大撤，全速前进！全速前进！13节，14节，16节了。果然，衍星号的动力也不是盖的。衍星号拖着钢铁雄心号驶离了缓冲地带。你已脱离风暴海域。航海公告：目前所有玩家都已脱离风暴海域，黑雾速度下降为10节。大海图开放，你们现在可以在大海图查看自己的坐标了。3级船数量超过1万，启东海域开始蔓延，大家请注意保暖。大壮老弟，我很看好你，要不要加入我钢铁兄弟会？
钢铁兄弟会。嘿嘿，其实刚才我已经收了好几个小弟了，现在正准备和他们会合呢。抱歉，我自由散漫惯了，暂时不想加入组织。那行，你以后如果需要我帮忙，可以联络我，我罩着你。接着，这是合作愉快，这是我送你的礼物。这东西对我意义不大，抽的多了，给的东西也越来越烂了。祝你抽个好东西。谢谢，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大壮哥哥，又干嘛？我们是不是已经合体过了呀？能不能？你别整这死出，有话直接说。你刚刚是不是得了大量物资？没错，我刚开了一个黑铁物资宝箱。地上这个是？住手！这可是真品装备，你弄坏了咋办？我想造一个拓展建筑。想造哪个？船员大车车申请建造女巫实验室。女巫实验室？你从哪看见有女巫实验室？我列表里怎么没有？这是我天赋带来的额外拓展，造出来绝对不亏。赵大壮有些犹豫，他本来是准备造大炮的，这样在海上再遇到大型生物时也能有一战之力。其次是准备造瞭望台，而这女巫实验室有什么功能尚不清楚，还需要2个拓展空间。这意味着升3级之前，衍星号将没有额外的拓展空间来造大炮。不行，大炮优先，其他都是虚的，等后面再说。造嘛，造嘛，造嘛！我就这一个要求，以后你造什么我都不过问，好吗？说话就好好说，别拉拉扯扯的。你说的女巫实验室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个实验室可以提供各种研究工具，方便我研究异魔的身体构造，开发新的配方。你能开发配方？比如这瓶活力椰之爽，它的配方比例就一定是最佳吗？如果加入一些别的东西呢？你喝喝看，如果有实验室，我能做出更好的。未知魔药种类、消耗品、独特魔药、品质、未知。你喝了才知道是什么。你确定没在里面下毒？这瓶绝对没毒啊！那其他的就有毒了。是药3分毒，一喝就完了。精力恢复10，精力恢复速度提高50%。活力海药汁，类型消耗魔药，品质晶体，女巫大车车原创的魔药，服下后精力恢复15，精力恢复速度提高75%，持续8小时。过量服用有中毒可能。这是你做的？竟然能自己研发配方，这有多牛逼？大车车是一座会动的金山啊！那就造这个实验室。殊不知，他未来可能会后悔当初自己喝了这女人给的迷魂汤。衍星号迎来了他的第一个拓展建筑——女巫实验室。女巫实验室，基于禁忌知识的女巫才可建造的特殊建筑。在实验室里，研究精力消耗减少50%，理智所耗减少25%，样本不会腐坏。陈列的异模样板想提高女巫灵感，目前样本数0，灵感出现率提高0%。注意神秘学研究伴随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理智下降。里面什么都没有吗？但大车车脸上兴奋不已，只有他知道这房间有什么功能，该如何用。他日志比普通玩家多了一页神秘学界面，里面可以用海螺币购置实验器材，进行神秘学研究。我还需要大量海螺币，我身上并没有钱。你要大量海螺币干嘛？实验室里的器材需要海螺币买。啊，这实验室的器材还要花钱买？赵大壮忽然意识到，这实验室可能是个巨大的窟窿，填不满的那种。于是他转给大车车1000海螺币。你优先研究一下精力恢复药剂和疗伤药剂，最好不要用到活力椰子作为原材料，那个东西不好找。赵大壮计划着，在进入极东海域前，必须准备足够的御寒物资。其次，需要囤积足够的物资，冰天雪地里，食物物资肯定都很缺。然后，最好把船升到3级，造出大炮。大壮兄，我打算搞个船团，你可有兴趣加入？抱歉，我暂时没有组团的想法。行，你如果改变主意，可随时私聊我。我的疾风旅团肯定会给你留个位置。真没想到自己这么受欢迎，
但我船不太适合组队。对了，我现在导了极东海域外围，温度0到2度，前面肯定是零下了。谢谢，让我心里准备了。大海图才刚开放，这些人就迫不及待开始组建自己的船团。要不我也搞个船团？赵大壮并不想寄人篱下，但组织船团的话，他又嫌管理麻烦。我是希望号船长沈冠全，也是新世界船团的团长。我们也有了10多位志同道合的船长，包括农夫号、铁头号等几艘特殊船。我们新世界船团不是任何加入门槛，所有人都能加入，但入团的玩家必须开放船只登陆权限，解除武装，服从调配，并上缴所有装备物资，由船团重新进行分配调动。我保证，只要我有一口吃的，你们就绝对不会饿死、冷死。大家一起努力，共同重建人类文明。愿意加入的，请来以下坐标 X3801Y53182，一定记得解除武装，开放登陆权限，否则你将遭到致命打击。我们会在这里停留半个月。解除武装，给你所有物资，那我们岂不是成了板上鱼肉？我们凭什么相信你？我觉得这是个坑，小心他嘎你腰子。傻子才会去吧，赤裸裸的电诈啊！得变得足够强才行，或者也加入一个船团，但自己必须有绝对的自由。发动窥视，解锁，希望号，沈冠全。希望号没有骗人，他的确停在这个坐标，但他的船不是特殊船，而是一艘普普通通的大帆船。船的名字也应该是他自己改的，因为普通船都有一次改名的机会。希望号船长本人站在船的甲板上，心理暗示可通过言语刺激改变自己或对方除精神外的属性与理智。24小时生效一次，一次持续24小时。伟大领导，你是天生的领导者，容易博得他人的好感与信任，让其放下戒备。你的追随者除精神外，成长速率提高25%。大壮哥哥，人家还要呢，可不可以再多给我一些吗？怎么还要？只能让大壮哥哥再努力了，快一点嘛！好了好了，我去想办法再搞点钱。沈冠全手里的资源应该很多，是个不错的交易对象。赵大壮手里正好有一张图纸可以卖给他。你的船是普通船吧？我这有一张特殊船的图纸，你要不要买？你是谁？为何知道的这么清楚？这你别管，我只是想做笔交易。你既然有图纸，那应该也明白普通船升级效率比特殊船高。我并不急着用图纸，而且这海盗号图纸也不是我想要的。我需要2个月的食物，要能长期保存的1200木料、800布料、100水晶和100钢铁、5000海螺币，以及船上的生活工具，比如打火机。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我不要了，这图纸没你想的这么值钱。那行，告辞。希望号船长沈冠全申请加你为好友。赵大壮直接拒绝，他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一旦加了好友，他的名字和船名就都被对方知晓了。你还真是慎重过了头，有没有兴趣加入我新世界船团？我可以给你一个很高的起点。你想白嫖我的图纸？没门！呵呵，你要价太高啊，我这边暂时也给不了这么高的价。这样吧，不易腐烂的干粮，我只能给你1个月，另1个月的量换成新鲜食物。材料的话，我最多给你要求的1半。我这边急着升级的船也不少，5000海螺币没问题。但生活工具这个东西我数量有限，所以不能给你。但我给你一个稀有空间道具，价值绝对够高。贪婪味蛋遗物品真品，未知异兽的味蛋，即便玻璃也保持有活性，内部有10立方米的空间，可存储物品，但每次打开前都必须投喂食物，否则会咬人。沈冠全这家伙还真是豪啊，尤其这个胃袋算是意外之喜了。你这胃袋是遗物，每次开启是不是还会掉理智值？我也不瞒你，确实会掉理智。你如果不想要，我这还有别的东西，但品质没这么高。
罢了，就这些吧。我要品质高的，大不了控制下使用次数。合作愉快。你以后若有别的东西想来，可以优先联络我，价格上不会亏待你的。如果有的话，我会主动联络你。古怪的动静，你理智下降我。怎么用啊？这东西？你感觉莫名恶心，理智下降时。这玩意儿副作用还真大，恐怕没几个人敢用。你是不是卖了什么东西？再给我点海螺币呗。大彻彻几乎是闻着味就过来了，最多再给你1000海螺币，不能再多了。希望大彻彻能尽快拿出成果吧，不然他可养不起。再给点海螺币好不好？怎么天天要呀？大壮哥哥，实验室又没钱了，求求你啦！不行，我这些钱是留着买年衣和生活工具的，不然到了极东海域，我们都得冻死。那大壮哥哥，再给500好吗？不可以。那300呢？我是真服你了，就给200。我去钓鱼的了，看看能出点大货吗？不然真养不起你这实验室了。老大，干嘛不约那小子见面，然后直接抢这图纸？抢，你就知道抢。以后我再听见你说抢这个字，嘿嘿，老大说的对，我以后都不说抢这个字了。那你还说，来人，给我把他丢到海里喂鱼。不用麻烦，我自己来就行。这里铁头真是一根筋，这海盗号该怎么使用它呢？你钓到一条长腿沙丁鱼，你钓到烂木头，你钓到一颗眼球果，你钓到一条瘸了一条腿的长腿沙丁鱼。怎么全都是垃圾鱼？烦死了！要么试试深水区，之前钓到过魔鬼金肉鲨，这次要是再钓到，保证能赚上一笔。那可全是扭蛋啊！过了没多久，有东西上钩了。先生，能不能耽搁你几分钟时间？真特喵的晦气！深水区钓鱼，上鱼速度慢了很多，一下午时间，除了那条人头章鱼外，只有钓到了一个宝箱。真紧呀！什么鬼动静？宝箱吧，食物。喜欢占据宝箱作为壳的贝类软体动物，会喷出腐蚀性的酸液，可捕食一些小鱼。喜欢在海底收集亮闪闪的物体，在其体内可以找到海螺币和一些晶亮的宝贝。去除内脏后可食用。原来是一个海蚌呀！你获得海螺币乘600，你获得玉商珍珠，你获得水晶乘50，你获得石料乘20。玉商珍珠种类宝物，品质真品，将珍珠泡在一升水中，12小时后可赋予水治愈疗效，加快伤口愈合。这可是大宝贝，看来这宝箱蚌是个很稀有的东西，能出稀罕货。眼见天色不早，赵大壮收了渔网，打算结束这一天。渔网捞到了2个东西：独臂蟹，种类食物。他从小就喜欢用右手，右钳子占体重一半，无毒可食用，钳子肉多。手掌蟹，食物，受到深渊污染扭曲的海鲜，微毒，服下后敏捷加1，但理智下降20，持续1分钟。古怪的海鲜，你理智下降3。大彻彻，过来看看这些。你看看这几条鱼，还有这颗珍珠。这都是你钓到的？是呀。2种，不，3种。3天后我给你几个新的作品。不急，现在都晚上了，明天再说吧。大壮，过来喝药啊！我又新研究了几种魔药，来尝尝吧。你干嘛不自己喝？魔药很可能会扣理智，我喝不太安全，而且魔药也不好喝。一定要我喝吗？我又不是小白鼠。
你理智降低不会发疯，所以你喝合适。我喝就是了，你离我远点。来吗，大壮哥，喝药药啦！不用喂我。怎么样，味道如何？这魔药的效果是不错，但副作用……佛药肯定都会有一点副作用的。你得改改。那效果我就不能保证了。没问题。赵大壮照常钓鱼，傍晚则去收渔网。这期间钓到了2个新品种。眼球八爪鱼15，受到深渊污染的八爪鱼，触手末端是眼球，一毒，吃下后短时间内感知加1，持续1分钟。腹肌大龙虾15，受到深渊污染的大龙虾有6块腹肌，微毒，吃下后短时间内体质加1，持续1分钟。加上人头章鱼、手掌心，刚好对应除精神外的4大属性。收购打火机之类的生火工具，高价收，另外收御寒衣物。赵大壮发了条求购信息，准备买4件羽绒服，但就在他准备105布料的价格购买绒服时，却意外收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私信。要火绒毛衣吗？比羽绒服轻，还更保暖，只需100海螺币当手工费。你说的手工费是什么意思啊？这毛衣需要特殊材料火绒制作，我手头材料用完了，你得自己提供材料。10单位火绒就能制作1件毛衣，我反正只收100海螺币手工费，材料你自己提供。价格是不贵，可我哪来的火绒？我给你一个坐标，那里有一座海岛，岛上有一种名为火绒草的植物，你只需要采集10株就能制作出1件毛衣了。那你为何不自己采集，制作成成品来卖？都卖完了呗，我现在就剩2件，得留着备用，而且我人也不在那片海域了。这火绒毛衣是我想要的，可是让我去拿材料，未免太古怪了。信不信由你，岛上也不知还剩多少火绒草，你要的话最好趁走。你身上那2套卖多少钱？抱歉，这2件非卖品，我留着自己用的。我距离比较远，估计要5天时间，到时候联络你。那你到时候拿了材料，找我私聊就行。大车车，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大车车。赵大壮伸手触碰，发现他身体微微发热。这女人还真是麻烦，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大车车这几天肯定待在实验室里废寝忘食，最终搞垮了自己的身体。所以赵大壮直接给大车车下了门禁，剥夺了他进出实验室的权利。你醒了？你怎么把实验室权限给关了？快给我打开！实验室是我的，快让我去实验室！快打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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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已经进入疯狂状态了，知不知道？还有，你要限制在实验室里待的时间，每天最多8小时。赵大壮把火绒毛衣和去海岛的事情跟大彻彻说了一遍。我赞成先过去看看他，先用水晶球窥视一下吧，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解锁大帆船，护卫。船长是一位皮肤很白的青年，正用望远镜看着什么，而他的位置离那个海岛坐标很近，不到10海里。他在看什么？岛上若有什么奇特生命体，我要几只做样本。哼，这才是你想去海岛的根本原因。这2天边走边观察吧。那我先去实验室了。每天最多8小时。我知道了。这女人还真是喜欢倒腾这些不正常的玩意儿。2天后，赵大壮已经抵达海岛附近。通过这2天的观察，他已经明白了胡伟在干什么。我发现他勾引其他玩家上岛，而岛上似乎有某种非常危险的生物或者陷阱，会导致上岛的玩家迅速死亡。胡伟在玩家死亡后，就过来占领分解无主的船只，从中获得大量补给。我觉得这座岛上肯定存在某种危险生物哦。我说的是这个吗？我的意思是将计就计，反过来埋伏他一波。他肯定想不到有人会刻意蹲他，到时候我们解除登船限制，他发现能上船，就会认为我们死了。到时候我们躲在船舱里，等他一进来，立刻要他的命。可他如果不进来呢？不可能不进来，换成是我也会进来。再说他都上船了，能跑得过子弹不成？你觉得岛上到底有什么生物？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赵大壮信心满满，他分解过船，知道占领船只的流程。分解船只并不会完全回收船上的物品，船上的装备和道具需要自己搜刮拾取。赵大壮判断胡伟不会放过船的任何角落，包括船舱。你的计划没有意见，
那我制作几瓶具有恢复效果的粉色魔药，有备无患。次日，赵大壮掌舵朝海岛开去。这座岛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上面是密林，不知道里面存在什么。赵大壮并没有在海岸边发现搏斗的痕迹，他查看水晶球，里面影像显示对方正朝这赶来，距海岛大概还有几十海里。赵大壮随即放开了船只登陆权。大彻彻做好伏击的准备。两人按计划站好，大彻彻藏在船舱底部的阴影里，手持海盗长弓，紧盯门口。赵大壮则站在走廊尽头。一会按计划行事，我先发动攻击，若遂发枪没响，便是你射箭的时刻了。来了，他要上船了。果然是艘特殊船，没想到这次钓到一条大鱼。钓鱼佬钓鱼，我钓钓鱼佬，哈哈哈哈！这次要发财了，吃下这艘船就可以把我的船也改造成特殊船了。先去船舱看看的有什么宝贝。大壮哥，我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有点紧张。别出声，要进来了。你怎么？我在此等候多时了。这座岛上有什么？我说了，你就会放过我。你可以相信我。骗人！你那明明是杀人的眼神。你厉害，我认栽，就不劳烦你动手了。至于岛上有什么，就留给你自己去看吧。什么意思？胡伟用尽最后的力量，自我了断了。你受到惊吓，理智下降5。你在干嘛？他都已经死了。他体内有蜘蛛，非常多的蜘蛛。蜘蛛？哪有蜘蛛？我怎么没看见？那里不是吗？我刚刚绝对看见了蜘蛛。行了，你数脱臼了，知道不？不可能啊，我绝对看见蜘蛛了。体内爬出一只蜘蛛，你理智下降10。还真有蜘蛛？你什么时候吸进鼻子里的？吸进去。蜘蛛之吻，蜘蛛母神的馈赠，伤口时不时会爬出蜘蛛，但你很快就会习惯的。可解锁誓约前置任务，蜘蛛类异魔对你的敌%-100。这状态什么时候出现的？难不成是他一死，这状态就转给了我？大彻彻，你检查下状态栏有没有出现名为蜘蛛之吻的负面状态。我这里没有，看来这诅咒只针对你一人。这蜘蛛之吻和这座岛有关。蜘蛛的事暂且搁置，眼下得处理战场。胡伟掉落的2个光球，分别是1250海螺币和火绒毛衣的配方。火绒毛衣需要火绒珠的绒毛100单位。什么火绒草，根本就是胡伟瞎编的。那岛上肯定有火绒珠这种怪物。令赵大壮意外的是，玩家死亡居然会掉落配方。这女人有特殊天赋，可以创造独特配方。如果她死了，这些创造的配方是不是也会掉落？大彻彻，你制作的魔药不要拿去售卖，也不要送给别人。你的意思是钱给你喝了？这个日后再议。哪里？两人打扫完战场，共找到3件装备道具。美味厨师刀，种类遗物精品，一把锋利的菜刀，被它切过的物品会变得异常美味，很容易吃上瘾。厌食症的最爱，美味效果持续5天。蛛网手套宝物良品，增强抓附力，可以攀爬岩壁，不会被蛛丝粘住。没错，有了它，你就能飞檐走壁。愈合喷雾消耗品，含在伤口上，可以加速伤口愈合，可用次数3。被这刀砍了会变得美味。胡伟的船是一艘3级船，船上的拓展空间都用来建造大炮了。普通大炮，船装备，一门普普通通的大炮，射程200米，作战是固定用大炮，无法拆卸。但这胡伟还真是肥，
囤了大量物资，可惜都便宜我了。这些物资足够衍星号升到3级了，但升3级所需的一魔尸体还没头绪。如果分解这艘3级大帆船，还能额外获得不少物资，但数量已超过梦魇号的容量上限。最划算的办法就是先不分解这艘船，等什么时候有一魔尸体了，再来拆这艘船。暂时可以把这艘船当成仓库拖在后面。当船开出200海里时，赵大壮忽然神色一变，浑身瘙痒难耐，像有无数虫子在爬在咬。他立刻停船，掉头开了回去，瘙痒随之消失。赵大壮知道胡伟为何守着这座岛了，原来他根本走不掉。出什么事了？我体内的蜘蛛不许我远离这座岛。停船，你跟我过来一下。我刚检查完，现在可以断定这具尸体里边是空的。空的？没错，里头没有脏器，没有骨头，只有一层薄薄的皮囊。你没发现他尸体的碎肉格外少吗？而且出血量也非常少。我一片片检查后发现，根本没有骨骼内脏，全是人体浅表的皮肤和肌肉。这尸体是空的，没脑子，没肠子，没心脏。这一切应发生在胡伟死亡后的一瞬，所有内脏骨骼都被蜘蛛吃完了。听完他的讲述，赵大壮额头流下一滴冷汗，他体内估计也存在这种蜘蛛。忽然，赵大壮注意到了一股香味。大车车，你应该没偷吃吧？说什么呢？这可是贵重的样本，我怎么可能偷吃啊？那还好。大壮壮，我要给你检查身体了，是哪里不舒服呢？快躺好，是这里有小虫虫吗？还是这里？那大壮壮怕不怕痛呀？我不怕疼，我怕你解剖我。紧张什么？如果怕的话就给我钱，我没海螺币了。好好好，再给你2000。那起来抽血吧。该死，这女人肯定是故意演这么一出来骗我海螺币的。果然。发现什么了？你的体内很可能全是细小蜘蛛，住在沉睡中，一旦被唤醒。看来那座海岛是非去不可了，岛上绝对有解决的办法。你先别急登岛，给我一点时间，我可以试着杀死你体内的蜘蛛。3天后，衍星号仍停在海岛附近。这3天，大彻彻都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基本很少动。大彻彻，该回房休息了。大彻彻，再5分钟就好。你搁着讨价还价呢，还5分钟？现在就给我出来，要不然我就踢你出来。千万别，我自己出来。8小时工作制，这是赵大壮给大彻彻定的死规矩。有成果了吗？还差些。那你回房休息吧，明天再说。赵大壮躺在床上，查阅世界频道，收打火机或者其他生火工具。突然，一个名为金主爸爸报社特殊船团组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组织几天前就出现了，当时还在招人，现在已经形成小规模了。他们的成员都是毫无人性的俊男靓女。团长应该是特殊船的拥有者，似乎可以印刷报纸。第1期周刊已完成，内容包含交易板块、海上风云、怪物情报，其他内容还在筹办中。周刊价格为100海螺币，会员制包月则为300海螺币。不得不说，这报社团长是个商业天才。报纸价格不高，但可以薄利多销，只要来上几万客户，那来钱的速度简直不敢想象。赵大壮对这报纸也有兴趣，买了一份。这报纸分正反2面，正面是交易板块，刊登着交易信息，有求购的，也有卖货的，明码标价。圣水2000海螺币1瓶，或者拿道具装备来换。这样算起来的话，他给自己的价格已经是内部也请假了。史诗教入门范本，遗物珍品。此书记载了尸体的18种吃法，可真正实现以形补形，吃什么补什么的效果，除了不能补你的脑子。这份报纸等会绝对要销毁，不能被大彻彻发现，不然那疯女人肯定会不惜代价买下这本书，然后试试这书里头的内容。野蛮投石器、传咒美、阳品，可以投射物品，进行远程打击，有效射程0到500米。安装前需要确定甲板有1平米的空间。衍星号目前最缺乏的就是远程攻击手段，这个投石器可以买来应急，不过2000海螺币，这不如去抢。500一台投石器，有意私聊。对方没回，可能睡了。
到时候明天再看。 You the main attraction, lights, camera, action. Ooh, la la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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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Ooh, la la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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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verybody say, ooh, la la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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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次日天还没亮，赵大壮忽然坐起，身体如万蚁啃食，疼痒难耐。他立刻跑向船舵，操控衍星号朝海岛全速开去。发生什么了？赵大壮，你做什么？你病了，我在给你治病。你体内还有很多，我帮你一一取出来。不，你会杀死我的！冷静些，我可是在教你，这些异物如果不取出来，会有大麻烦的。我昏迷多久了？35小时17分，这已经是第2天了。赵大壮掏出一瓶粉色魔药，大彻彻上次做的疗伤魔药，试试效果如何吧。你喝下未知魔药，气血恢复20%，伤口愈合加速。你的伤口奇痒无比，理智减20%。你感觉如何？我看你伤口都开始结痂了。疗效是不是非常好？如果给这瓶魔药打分的话，1到10分，你能给几分？我给0分。0分？这怎么可能？效果明明蛮好的，你伤口都结痂了。你不能因为味道不好就忽略疗效。平心而论，这魔药效果拔群，就疗效而言，这魔药比圣水还强，但副作用也实打实让人难顶。我把信息发你，你自己看吧。再生魔药，消耗品独特魔药，女巫大彻彻原创的魔药，味道辛辣，用遇上珍珠浸泡过的水，小玉人鳞片粉末，红唇般的烈焰红唇秘制而成。饮下后，气血恢复20%，理智负20%，气血持续恢复，伤口加速愈合，伤口会奇痒难耐，忍住不挠的话，疗效加强。对了，我准备上岛一趟，时间有限，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蜘蛛之吻在催促我登岛，如果再发作一次，很可能会直接嘎了。其实我已经研发出可以杀死你体内蜘蛛的魔药了，不然这次不一定能救活你。这是死蛛魔药，女巫大彻彻原创魔药，是专门针对蜘蛛调配的猛毒，对人体毒性小，但不可大量服用。这魔药能治好我？很遗憾不能，它可以杀死你体内的蜘蛛，但这只是暂时的。等毒素代谢完毕，你体内又会出现新的蜘蛛。如果要彻底解决，还是得找到产生蜘蛛的源头，从源头上解决，才能彻底治好你的病。我的病？你不觉得这很像一种疾病吗？大彻彻，你说这毒药对蜘蛛效果很好？是的。那你能做多少毒药？像那种体型巨大的巨型蜘蛛也能毒死吗？只要生理结构被认定为蜘蛛，这魔药就会有效。其主要成分源囊肿刺豚，现在只有1条，所以我最多只能制作10瓶。那只要有囊肿刺豚，就能大量制作这种魔药了，对吧？没错。赵大壮采用深海钓法，鱼饵为眼球果，这玩意儿口感差，现在不缺食物，正好用来钓囊肿刺豚。你真的想买？废话，肯定要买。我也不瞒你，我有配方可以制作这种投石机，但你500海螺币买一个，我根本没利润。600海螺币一台，一次性买4台，你卖就交易，不卖就算了。700海螺币，这是我能给的最低价。我制这个也需要时间。650海螺币，一个子也不能多。你知道的，再过2周，这玩意儿200海螺币都没人要。对方犹豫了几分钟，最终答应了交易。赵大壮在衍星号中庭装上投石器，衍星号也终于有了远程打击能力。但赵大壮买这投石机另有妙用，天价收生火工具，比如打火机，回收臭鱼烂虾、腐肉、烂菜叶、坏水果、面包，不臭的不要，有意者私聊。我操，花没长毛的鱼你要不要？要，那必须要。兄弟，你口味也太重了吧？你是在堆肥吧？
想在船上种田吗？臭了的鲸鱼肉你要吗？直接送你。要啊，别太多，我船小。这3块没来得及扔，送你了。最后，赵大壮以极低的价格收集了几百斤臭鱼烂虾。这些应该够了。一会用美味厨师刀将这些变质食物变得美味可口，然后涂上死猪魔药，用投石机送进岛屿。好臭啊！你在干什么？放心吧，等会你就会觉得香了。事先说好，你可别偷吃，别怪我没提醒你。大彻彻负责制作毒药，赵大壮负责把这些奥利给变成美味，然后用布料包好制作成弹药。魔药做好了，一共104瓶。好的，你先去休息吧，我在家加班。要不要我来帮你？不必了，你理智不到60了，如果疯了，我怕你忍不住吃撑。我觉得这厨师刀比他所有遗物都要危险。赵大壮把分好的美味奥利给进入毒药，然后取出，这样再放置1晚，就能起到腌制入味的效果了。10升多的死猪魔药被赵大壮制成了462发腐肉炮弹。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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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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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say.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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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来给你们加个餐。很快，蜘蛛循着味道找过来了，多只蜘蛛开始分食这美味奥利给。起到效果了。这些蜘蛛它们大小不一，小的只有巴掌大小，大的有1米，看得赵大壮头皮发麻。其中还有一只特殊个体，有3米大小，蜘蛛头上还顶着一节干枯人体，没有4肢头颅，只有躯干。罕见异常生物，你理智下降5。这只蜘蛛是怎么回事？好香啊！这里有好吃的。难道我疯了，开始出现幻听了？大彻彻，这些蜘蛛好像会说话。哪里？你听见没有？而且还是标准的普通话。我什么都没听到啊！赵大壮查看理智值，发现有80多，而且自己也不会发疯，剩下的可能就是蜘蛛之吻的效果了。来来来，我这里还有很多美食，你们吃的时候别忘了带回去分享给大家。太好了，我带回去给妈妈也尝尝。多吃些，不够我再来给你们送。谢谢你。之后几天，赵大壮重复投毒。由于收购腐烂食物太多，他在聊天频道多了个外号，叫清道夫。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在试着下毒，看能不能把怪物给毒死。看来你很擅长对付怪物。还行吧，这些怪物被杀，其实也会死。我现在要组个团去一座有狼人的岛，你要不要加入？我被困在一个地方了，暂时走不了。那有机会再合作吧。愿光辉女神庇佑你。又过了1天，赵大壮依旧投。今天已经没有蜘蛛来吃美味奥利给了，这说明岛上的蜘蛛死的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上岛了。赵大壮，上岛的时候带着我。什么？你也要去？是的，我也要去。可你去了，眼线号可就没人看守了。要是恰好遇到其他玩家咋办？把水晶球带上不就好了？岛屿就这么大，不会超出信号范围的。那好吧，就算拒绝你，就凭你的性子，也可能会偷偷跟来。这个路线，他估计是朝海岛来的。为了攻略这座岛，我做了不少准备，而且还有蜘蛛之吻这个状态要在岛上解决，绝不能被人捷足先登。有其他玩家靠近了吗？是的，我们跟过去看看。我料他胆子再大，也不敢在晚上上岛。不急，没有大炮，还是一艘2级普通船。奇了怪，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是上岛了吗？这家伙接近海岛后就直接上岛了，真是个疯子。预防万一，我们等天亮再过去吧。嘿嘿，抹黑上岛，出其不意。抹黑找一找火绒草，顺便找一找可能存在的宝箱。万一开出火绒毛衣的配方，那就发财了。这也太香了！你闻到一股香甜的味道，理智减10。真香！理智低于30，你陷入异常的饥渴。好好吃。
吃下前所未有的美味，你身心得到满足，以致减20。感谢大自然的馈赠，竟然还有这么多。理智低于10，即将。天亮后，赵大壮登上了那艘船。10分钟后，收到了可以分解好运号的日志提醒，这说明船主人彻底凉了。可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为何能死得这么快？他上岛到现在不到1个小时，就算放头猪到岛上，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死了。岛上的蜘蛛都被我毒死的差不多了。我怎么知道？要不要再投点毒？不了，我觉得肯定不是蜘蛛的问题，反正到时候小心一点。这人上岛后很快死在了岛上了，一定要小心。普通的开山刀，宝物品质普通，一把普通的开山刀。大彻彻，注意点，拿着这样一把普通武器就敢上岛，只能说这人勇气可嘉，或者真有2把刷子。这人好像把你投进来的腐肉给吃了。不会吧，这肉都长蛆了，就算闻起来再香，也不至于上嘴啊。还真吃了，他不看清楚是啥就直接吃了，这可不能怪我。两人继续前进，陆续发现了更多美味被吃的痕迹和死掉的蜘蛛。火绒蜘蛛怪成年，一种大型蜘蛛，肉食性，具备相当的社会性，会集体行动猎捕大型生物。体表的绒毛具备很好的保暖效果，可投入怪物扭蛋机。你不觉得这脚印比之前大了些、深了些吗？怎么了？好像的确是这么回事。这脚印的主人还能力称作人吗？走吧，跟过去看看。鸡肉，我要吃美味的肉，新鲜的肉。发现恶心的怪物，你理智下降5。这人欺骗了。他怎么会变成这种怪物？不清楚，得解剖才知道，但估计和吃了你投进去的那些腐肉有关。那怪我喽，这巨人体积很大，估计不好杀，让我给他一发大的，应该能把他轰碎。尽量留个完整的给我，我想要弄清楚他畸变的缘由。你把美味的肉都藏在哪里了？脏，他可能发现我们了。你天天都知道骗，一群垃圾、变态、下流、无耻、恶心的东西，懂不懂这是艺术？混蛋！我要新鲜的肉，小心他体内的黄色液体，这可能是他的消化液，剑石也被他消化了。他似乎有愈合能力，脸上的伤口在缓缓恢复。赵大壮不敢怠慢，赶快撤退。突然，身后没动静了，他回头看去，只见这巨人抓着地上的土吃了起来。那是赵大壮之前投上岛的美味奥利给。什么都能吃，那试试这个呢？这巨人似乎啥都能消化，包括木头、泥土、石块，消化能力也强到不可思议。可他好像没多少辨识能力。只要是散发香甜味道的东西，他都会拼了命去吃去啃，从不管那是什么嘛。所以巨人如果发现自己才是最香的东西，场面惊悚，你理智下降10。这个家伙还真是恶心，我有点受不了，帮你解脱吧。之后每隔10秒，赵大壮就会给他一枪，直到彻底失去了动静。可惜了，完整的脑袋更有利于解剖研究。可不打碎脑袋，也没有别的好办法。被腐蚀的美味厨师刀，遗物品质普通，在酸液中浸泡太久，这把刀里被严重腐蚀，锋利不在，有一定概率燃切过的物体变得美味。这武器算是废了，虽然这厨师刀很危险，但使用得当也是一件非常强的装备。饕餮客，由于理智过低，受深渊污染畸变的人类，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消化能力，同时也陷入了没有尽头的饥渴，可投入怪物扭蛋机。
理智过低，这意味着理智过低时，人体将产生畸变，变成非人之物。这也太可怕了！花了不少时间，两人终于把这铁克的尸体拖回收进船舱了。他到底为什么这么能吃？究竟还是不是人类呀？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解剖这具尸体了。白天只剩不到5小时了，不深入探索岛屿了，先收集这些火龙珠的尸体吧，不知道能不能用来升级船。赵大壮只能独自回岛，专注收集蜘蛛的尸体。这些尸体可分为3种：幼体、成年体、巨型。巨型火龙蜘蛛怪进化中，火龙蜘蛛怪的特殊个体很稀少，有进化的可能，可通过移植人体实现生命层次的跃迁，可投入怪物扭蛋机。可惜就找到了一只巨型火龙蜘蛛怪，不过成年火龙蜘蛛怪找到20只，又可以扭蛋20次了。而其他的小蜘蛛一共获得了327单位的火龙蜘蛛毛，可以制作火龙毛衣。赵大壮回到船上，他先是尝试用成年蜘蛛怪尸体升级野星号，此为野兽，不可用于升级。看来这世界的怪物还有类别区分，只有那种邪门一些的才能被称为异魔。像这种成年体大蜘蛛只被归类为野兽，巨型火龙蜘蛛怪才被归类为异魔，因为它可以嫁接人体。那用这20只成年火龙蜘蛛怪来扭蛋吧，看看我这次是欧还是飞。大车车，你确定不扭蛋吗？你运气好像比我好。别烦我，我正在解剖饕餮克。那就只能先扭为敬了，他不扭是他的损失。前2次开了2件道具，在后面都是基础物资和少量海螺币。虫甲护心镜，宝物精品，用火龙蜘蛛最坚硬的头部虫甲制作的护心镜，可起到不错的保护作用。丝囊消耗品，可挤压喷出蛛丝的丝囊，强度超过一般绳索，可承重500公斤，具备很强的粘性，可以束缚敌人，容量100，但怕火。大车车，回房间休息吧。这女人不懂节制，研究起来容易废寝忘食。她肚子里居然只有一个脏器，一颗超大的胃。其他脏器疑似被消化，那些体液都是胃酸，就连脑子都和胃直接相连，像是胃在操控脑子。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很可能不需要脑子。行了，看一下你的理智值，只有53了。这里还有2次扭蛋机会，你试着扭一下，主要是为了验证扭蛋机的出货规则。大彻彻对扭蛋毫无热情，扭起来也没得灵魂。你获得木料乘5，你获得水晶乘1。这说明同一艘船的船员扭蛋次数是共享的，头2次扭蛋过后，出货就变差了。岛上肯定存在蜘蛛巢穴，里面的蜘蛛估计也不在少数。若把这些蜘蛛的毛都收集起来，制成毛衣卖出，肯定能大赚一笔。天色渐暗，赵大壮驱船离开海岛，准备明天再来。夜晚不宜和岛屿太近，万一上面有什么未知生物就不好了，毕竟没完全探索过。明天早起，天亮前赶来，以确保白天有足够的时间探索。你天天就知道骗，一群垃圾、变态、下流、无耻、恶心的东西，懂不懂这是艺术？混蛋！左侧的视野怎么没了？刚才没伤到眼睛，怎么会瞎了？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在我脸上？这玩意儿绝不可能是我的左眼。警告，已知低于10，你可能被深渊污染。你解锁超凡途径污染，污染界面现已解锁。受到污染程度4%，污染部位左眼，即便器官3眼，提供3种视角，可看见大部分无形之物，感知加2。3眼。赵大壮，你死了没？岛上发生了地震，你没被活埋吧？这女人还真是不会说话，哪有问别人死了没的？我没死，不过也快被你气死了。那就好，我看你理智只剩1点了。以为你变成怪物了，没事就好，我现在就过来。视野恢复了，竟然有3种视角吗？第一种视角似乎是热成像，即便在昏暗的洞中也能看得一清二楚。第2种则是放大缩小，连100米远的一只蜘蛛身上的毛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并能很好的把握距离。第3种则是卓越的动态视力。左眼似乎没有闭合能力，可能没有眼睑，但这时候管不了那么多了。
早知道就把这怪物的腿全给卸了，看他拿什么爬过来。碎发枪已进入冷却，能用的武器只有海蛇之牙。你喝下未知魔药，猩红魔药消耗品，品质精品。你乌大彻彻原创的魔药，使用双击魔鬼鲨眼球，人头章鱼，手掌虾，腹肌龙虾，眼球八爪鱼调配而成，口感炙热，手手期间不可饮水。服下后，附精神外全属性加1，持续15分钟，之后会进入严重脱水状态。这魔药效果不错，就是难喝了点。我现在处于巅峰状态，再加上魔药效果，感知、力量、敏捷都达到8点。我觉得现在充满了力量，得趁魔药效果结束前干死这蜘蛛女王。蜘蛛女王，来呀，跟我来一场肉搏大战！什么情况？右眼也看不见了，2只眼睛都瞎了。大车车，你快些进来，我好像瞎了。瞎了？对，我看不见了。你怎么瞎的？赵大壮和大彻彻说了事情经过。我也不清楚，那只大蜘蛛在装死，我和他打了一架，然后我就瞎了。你小心点，他现在没有动静了，不知道是不又在装死。哦，他已经死了。我正在找地方下刀，他的甲壳太硬了，我的匕首割不动。你在哪？把你的短剑借我试试。你的左眼好漂亮，你的眼球还在转动，应该在正常运作。你真的看不见吗？你别碰我。你的左眼没有眼睑，不能自主闭合。如果它真的和你说的一样，可以同步传输3种视角，那你的大脑肯定难以负荷。你的意思是？没错，你没瞎。那我多久能恢复啊？不知道，可能下一秒，也可能1年后，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恢复。大脑这个器官是很复杂的。拿着这个。什么东西？一块虫壳，你盖在左眼上，能阻断左眼的视觉信息传输，应该对视力恢复有帮助。把你的短剑和手套借给我一下，这些蛛丝太粘了。你自己拿吧，我也看不见。You the main attraction, lights, camera, action. Ooh, la la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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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Ooh, la la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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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verybody say, ooh, la la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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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赵大壮，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你抱着我不累吗？没事，我力量现在已经达到6点了，并不累的。但愿你还是尽快恢复视力吧，这样抱来抱去的好麻烦。是你主动要抱我的好吧？再说我只是看不见了，还是可以走的。你先在这等一会儿。你干嘛去？至少先把我放到卧室再走啊。拿着这个，我重新做了一个眼罩，戴上这个应该对你有帮助。赵大壮自己摸索着回到了船长室，打开日志检查自己的状态。警告：理智低于10，玩家将被污染，污染会持续加深，但精神属性高的玩家可抵御延缓污染加深。当理智归零，玩家将彻底失控，变成扭曲的怪物。借助污染可突破凡物界限，跻身超凡。
但总感觉这超凡途径犹如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跌落万丈深渊，造成精神上的死亡，变成一头没有理智的怪物。哪怕即便侥幸活了下来，理智没被清空，身体也会产生畸变。只有变强，我才能远离污染，而弱者是没有选择权的，只能被动接受。直面万只猪母的虚影，让我的精神经验疯长，直接突破来到了8点。超凡途径、魔术、法术、能力这些词条都是解锁超凡后出现的，但我也不会任何法术呀，根本用不着魔术。还是先不告诉大彻彻这些情报吧。这女人一旦得知理智降低到10以下可以解锁超凡，鬼知道会干出些什么疯狂的事。大彻彻，记得关注海图，以防其他玩家靠近。好的，好的。大彻彻，你有空的话，上岛找找巨型火龙蜘蛛的尸体，因为只缺一具尸体，眼星号就能升级了。我没有空，在忙着解剖这女王蜘蛛的脑袋呢。等我完事再说吧。那好吧，尸体反正也不会复活逃跑，晚一会拿也无所谓。高价收生火工具，诚心要。打火石要不要？一打就着的打火石，金属利器刮擦后会映射出大量火花的打火石，可点燃布料或者木头碎屑。注意，一定要保持干燥，否则它就是一块平平无奇、闻起来有股火药味的石头。卖多少？300石料。你这价格虚高啊！200单料或1000海螺币卖不卖？反正我现在不着急买。那就1000海螺币吧，我这主要着急升级船。对了，兄弟，大棉袄你要不要？现在棉衣价格太高了，我再等等看。这怪物一样的眼球漂亮吗？压根没有生物会拥有这样的眼球吧？也只有大彻彻会觉得这眼球格外漂亮。这女人审美大概已经扭曲了。上次使用时间应该是10分钟左右，保险期间每次使用3眼应该限制在10分钟以内。大彻彻，我醒了，视力已经恢复了。我上岛去找一下巨型火龙蜘蛛的尸体，得抓紧时间把眼星号升级一下。老拖着虎尾的那艘大帆船，严重拖慢眼星号的速度。眼下离天黑还有2小时，得抓紧时间搜索，争取在今晚把眼星号升到3级。先不去蜘蛛巢穴，里面的岔路太多，很难找。还是去附近的林子里找一找，顺带还能收集一些火龙蜘蛛毛，为之后制作毛衣做准备。找了1个多小时，赵大壮都没找到巨型火龙蜘蛛的尸体，但就在他准备放弃时，恰好发现了一只巨型火龙蛛。嘿嘿，这下可以打道回府了。升级完毕，眼星号升为3级船只，可到船只界面查看具体变化。眼星号3级，耐久4500，重量12000单位，航速65节，船体技能梦魇、垂钓者的诅咒、占星、窥视、王骸之拥。船体被无数只骸骨手臂保护，船体耐久增强，当耐久损失小于2000时会自我修复。这些王骸手臂会试着抓住入侵者，但力量并不强。这条船开始长骨头了，你确定还想继续升？这艘船最令人诟病的缺点终于修复了，耐久高达4500。虽然模样怪了点，但幽灵船嘛，船上有些会动的骸骨也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赵大壮看完属性，就操作日志，分解掉了虎尾的大帆船，并再度获得大量物资。升完级又有2个拓展空间，这回可以建造心心念念的大炮了，必须把武德拉满。进水大炮船装备遗物，品质良品。这门大炮进水了，发射的炮弹不会爆炸，但射程更长，低概率射出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射程300米。进水的玩意儿果然就没有正常的，但射出莫名其妙的东西到底会是什么？这玩意儿不就是个弹道更优秀的投石器吗？毕竟不会爆炸的炮弹和石块很接近。不过大车车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不好！大车车的理智只剩49了，疯狂状态依旧是痴迷。我得赶紧过去看看他。你终于来了，
我刚想通知你来着，告诉你，我有了大发现，这简直不亚于发现了一块新大陆。我在蜘蛛女王身上发现了一种全新、可控、可选择方向的进化形式，不同于基因突变的漫长积累变化。这些蜘蛛可有意识地改造自己身体，简直就像在编辑生命，自己编辑自己的生命。我愿称这种进化方式为进化2模式。大车车，你想做什么？赵大壮，你想不想进化？这是我在蜘蛛女王体内提取的脑髓液，只要再经过分离提纯，应该也能作用于人体。将这个液体注入脊柱，我们也能像蜘蛛一样把其他肢体接在身上，任何肢体都行，逐步实现生命的进化。万蜘蛛母好像有好多腿和手臂，以及庞大的蜘蛛身体，上面接着各种各样的肢体。它估计就是以这种形式进化达到顶点的生物，伟大存在，亦或者称之为神明。回忆伟大存在的虚影，你理智下降30。大车车，停下你的疯狂想法，不要再往这个方向深究下去了。为什么？你如果不想进化的话，我可以自己试试。你敢？你如果敢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接在身上，我就保证一定会把它们一条条从你身上揪下来，说到做到。凶什么凶？我把这未完成的未知魔药销毁就是了。大车车的理智值居然涨到了51，脱离了疯狂状态。原来能被骂醒吗？恢复精力的魔药做好了吗？已经有头绪了，但还要几天。行，时间也不早了，回去休息吧。我们的船升到3级了。没错。船体甲板上出现了一团团惨绿色的鬼火，这些鬼火会在夜晚出现，在甲板上来回游荡。它们没有温度，人畜无害，甚至可以用手触碰，像一团特殊气体。唯一的效果就是给眼星号带来光亮，同时也多了几分阴森鬼气。这些小家伙还挺可爱呢，跟你合体的选择果然没错，我们的船越来越好看了。对了，那座海岛正在下沉，得抓紧时间把岛上的尸体回收一下。如果时间充沛，可以再收集一些木料。估计到了极东海域，会需要大量的木料来取暖。好的，明天我也跟你一起去。我们2个先一起去巢穴，那里蜘蛛尸体密度最高。对，最好把最里面的火龙珠女王的尸体也带回去。收集完巢穴，大车车你负责离船较近的区域回收区域里的火龙蜘蛛毛，我负责较远的区域，包括海岛的另一端，最好是在今天之内完成火龙蜘蛛毛的回收工作。这里的味道更难闻了。不过这些蚂蚁不知道从哪钻出来的，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蚂蚁，没啥特别的。这些蚂蚁和蜘蛛可能是敌对关系，蜘蛛死后，这洞窟就成了蚂蚁的天堂。先别研究它们了，还是赶快收集火龙蜘蛛毛吧。这是写字，这些蜘蛛应该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肢解作业。一些血喷射出了几米远，有理由怀疑肢解的时候这些人还没死。这里装备道具都没有发现，玩家死亡后的光球也没有，应该是虎尾到这里回收过。又地震了，快躲起来！我发现卵房顶部似乎存在某种花纹图样，但光线太暗，看不清眼顶了。那好像是某种文字。你用3眼试试。这是……十面古怪文字，你理智下降50。你读完了蜘蛛之书，理智下降100。你学会了蜘蛛魔法，可在面板中查看。信息量好大，大脑发胀，头似乎都变大了，大脑像是钻进来了100条蠕虫，令我脑洞大开的同时失去了对外界的感知。赵大壮，你怎么了？绝不要往上看。你看到了什么？我描述不出来，
你打开船员界面，看一下我的理智值。你的理智值居然只有1点了，你到底看见了什么？一只丑陋邪恶、令人恶心反胃的蜘蛛。别抬头了，如果你的理智清空后会畸变成怪物的。把蜘蛛女王的尸体分解一下，然后就回去吧。Ich bin Schnappi, das kleine Krokodil. Komm aus Ägypten, das liegt direkt am Nil. Zuerst lag ich in einem Ei. 独自一人时，赵大壮才开始查看自己面本，发现又变了。完整阅读蜘蛛之书，你学会蜘蛛魔法。施展蜘蛛魔法时无需咒语，如果有蜘蛛之吻状态，魔素消耗将减少2点。肢体强化术，刺激强化某条肢体，使该肢体力量提高0到3，越厉害的肢体效果越差，消耗魔素5，持续15分钟。之后该肢体会陷入麻痹。肢体复原术，复原肢体，可修复残损断肢，需要准备充足的血肉，消耗魔素3，也可以增加连接肢体。肢体爆炸术，引爆一条肢体，施法需要一条断肢，也可以指定自己肢体。肢体越强越新鲜，爆炸的威力就越大，消耗魔素8。万只蛛母请神术，献祭自己所有肢体，献祭肢体越多越强，召成功率越高，成功将召唤万只蛛母的虚影。这些法术感觉不对劲啊，不应该从火球术开始学习吗？而且我感觉使用这些法术肯定会扣理智值，还可能存在一些没明说的副作用。除非万不得已不打算使用法术，尤其最后那个请神术需要献祭自身所有肢体来召唤万只蛛母，姑且不算成功率，就算召唤出这玩意儿也没任何好处啊！想和敌人同归于尽吗？除非我疯了。4小时后，两人完成了火绒毛的回收工作。两人将搜集到的火绒蜘蛛毛堆在一起，形成一座小山。我总共收集了517单位，累死我了！果然不适合这种体力劳动，感觉比解剖100个夜魔还累。赵大壮则多得多，足足有大彻彻的7倍多，达到3695单位。这些绒毛加起来可以制作42件毛衣或者毛裤，留下4套。其他的毛衣毛裤可以拿去售卖，大赚一笔。不过在制作毛衣之前，可以先抽2次扭蛋，用今天收集到的那2只巨型火龙蜘蛛。低阶工匠名石，消耗品品质真品，可提高宝物品质，将精品包括精品以下的宝物提升1级。这工匠明石可是个好东西，不过先不着急使用。另一个扭蛋出的重甲护心镜，这玩意儿有1件就行，可以给大彻彻用。果然是巨型火绒蜘蛛出货率要好得多。明天如果海岛没沉，准备砍些木头再走；如果沉了，那就算了。赵大壮，在洞窟里，你到底看见了什么？能不能把它画出来？以我的水平，我画不出来。你不用画得太仔细，只需画出局部或者大致轮廓就可以。作为交换，我可以答应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哎呦，你干嘛呀？你这女人把我当什么了？牲口吗？简直可笑！我赵大壮意志坚韧如钢，岂会为美色所动？1件毛衣或者毛裤需要消耗3精力，我还有55精力，这一次最多制作8件，毕竟精力低于30有昏厥风险。火绒毛保暖套装，具体效果自己看，2件1套，1套卖4000海螺币，仅剩4套。4000，你是不是多打了1个0？400海螺币我秒了。2000如何？现在羽绒服也就600左右1件。区区御寒衣物，又不是武器，你卖便宜点呗。都是捣乱的，理都懒得理。反正这伙人也不是我的目标客户，我想卖的人是那些混得好的玩家，比如说金主爸爸船团那些人，他们都富得流油，毫无人性。这些人不缺基础物资装备，会愿意花钱买更好的装备，哪怕价格贵一点也无所谓。很快，第1个客户就出现了。
不是和你说了吗？有好东西私聊我就行。这家伙看来最近混得风生水起啊！你那里应该不止4套吧？我至少要6套，我和你2个嫂子1人2套。没问题，那等我做好联系你。再跟你强调一下，有好东西先联系我。好的。交易很快达成，4套16000海螺币到账。赵大壮这个家伙究竟画的是什么东西？不对，始终不对位，总感觉缺了什么。如果这里改成这样，会不会？那这样呢？赵大庄那边刚卖完毛衣，又陆续收到了几个狗大户的求购信息，包括钢铁雄心号船长崔丧彪和新世界船团的船长沈冠全。都卖完了，等我做出新的再私聊你。这时候女仆团的船长 Steve PPP 发来私信，我记得这个人上次交易投石机加过好友。这个女仆船团靠在世界频道卖擦边视频，也过得衣食无忧。你好，小哥哥，你的火绒毛套装能不能做成女仆装？不好意思啊，不接受定制，而且现在毛衣已经卖完了，你要的话需要等2天。那我给你加钱呢，能改吗？你自己改吧，改成比基尼我都管不着。那好吧，先给我来1套。我的理智只有51了，这说明我之前进入了疯狂状态，直到此刻才恢复理智，然后在疯狂中画出了这幅画吗？这幅画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创造了法术，解锁超凡途径真理。真理，你尝试理解，掌握这个世界的真实，可创造独特法术，施法不会损耗理智。你学会了卷曲之处，卷曲之处，卷曲你视野范围内的某个物体，力量等于你的精神值，需要魔素期。啊，脑袋好痛，是刚才施展完法术的原因吗？大彻彻，恢复精力的魔药还要多久才能弄出来？我已经有头绪了，今天晚上可以给你样品。这女人回话好慢，不过总算是有盼头了。希望效果好点，能加速制作毛衣。赵大壮，你来女巫实验室一下，我有好东西给你。不出意外，恢复精力的魔药应该制作出来了。这2瓶，你尝尝看它效果怎么样？怎么有2瓶？这是用饕餮科的胃液制作出的魔药，深一些的浓度高，浅一些的浓度低，但都有恢复精力的效果。饕餮科的胃液？没错，喝下后可能会想吃东西，最好准备充足的食物。没想到大彻彻真的会用胃液制作魔药，这玩意儿不会烧穿自己的食道吧？大彻彻见赵大壮愁眉苦脸，以为他在担心产量问题。你放心吧，这胃液可量产，只要往胃里投入食物，它会源源不断产生胃液。看见奇特的胃，你理智下降3。大壮，呵，你怎么不喝？反正有再生魔药，不至于被腐蚀致死。入口灼热，像在喝硫酸。你喝下未知魔药，你感到饥饿，胃口大开，理智减10。现在就是一头牛来了，我感觉也能吞下。在吃掉几条鱼干、3条黑面包、1条香肠后，这股饥饿感才停下。你吃饱了，获得吃饱喝足状态，精力恢复速度加100%，理智恢复速度加25%，气血恢复速度加25%。这状态正是我想要的。大彻彻，你可真是天才。以往赵大壮都只会抱怨副作用，但这次却没有，竟然收到了称赞。你看看这属性真的太赞了。开胃魔药消耗品，品质精品，女巫大彻彻原创的魔药，取自饕餮科的胃液，经特殊工艺稀释中和后制成。服下后令人食欲大增，消化吸收能力增强，在吃下足够的食物后会进入吃饱喝足状态，持续8小时，加快恢复。若不能在短时间内吃下足够的食物，会造成胃和消化道大出血。毕竟这个副作用可以说非常小了，只要多准备一些吃的就行了。淡黄色版本已经是饥渴了，
如果喝下这瓶橘黄色强化版，那岂不是会连船都给吃？这瓶橘黄色魔药可能非常危险。盐快没了，手头的椰汁爽也只剩2瓶，是留着备用的。活力椰子倒是还有54个，干脆把那把开山刀换点盐吧，把活力椰子全做成活力椰汁爽好了。开山刀换盐，有需要的私聊。你这刀品质太低，最多也就砍树枝，砍坚硬的怪物连破防都难。那你能给多少？我要这把刀，也就是劈柴用，可以给你2斤海盐，算是市场行情价，成交。赵大壮刚回到甲板，又是一场地震降，这座海岛就这么彻底消失了，淹没大海之中。一同消失的还有那颗有蜘蛛之书的巢穴，或者叫神殿。这些超越人知的神迹就不应该现世，只有幽暗深邃的海底才是他们唯一的归宿。赵大壮操控衍星号调转船头，径直朝极东海域开去。在这里停留太久了，身后的黑雾可一直都没停呢，也该重新出发去极东海域了。这2天把剩下的毛衣全制作出来。过了2天，赵大壮终于把全部的毛衣搓了出来。他立刻联络昨天要买的几位好友，先是以2000海罗币的价格卖了崔丧彪一套。丧彪为人豪爽，而且还送了我一份巨型博比特虫的血肉，值得深交一番。大壮兄弟，再按原价给我来4套，我准备发给下面的小弟。之后是 Big Bro 号的船长，是疾风号船长徐达介绍过来的。赵大壮给了他3000海罗币一套的友情价。小哥哥，作为优惠的回报，提供给你一条情报，关于极东海域。据我了解，目前绝大部分玩家都没进入极东海域，全在海域外围做着准备，也就徐达和少数玩家深入极东海域探索过。极东海域内有很多大型浮冰，遇到的话最好避开，因为水面上看见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此外，极东海域温度可达零下10几度，补给获取难度大，钓鱼空军是常有的事。最后，在极东海域里行进一段距离后，会遇到白雾，我们也没进去探索过，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温度可能会更低。谢谢你们的分享，这情报的价值可不低。我们疾风旅团不同于大部分船团，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同盟，里面成员都是一些船速很快、喜欢冒险的年轻人。我们会进行情报共享、内部交易，偶尔才会聚上一聚。之后，赵大壮开始尝试联络其他好友，这样卖起来快，也不需要消耗世界频道的聊天次数，顺带的还能刷刷自己的存在感。等剩下的准备一股脑卖给沈冠全，他的胃口一直很大，应该吃得下。赵大壮首先联络的就是光辉女神号船长周代，他应该也是个不差钱的主，而且他的圣水帮了我好几次，可以给他一个友情价。但等了10几分钟，他都没有收到周代的回复，可能是不想要吧。之后，剩下的毛衣全卖给了沈冠全。这家伙果然照单全收。我现在账户内的海罗币达到76800，这已经是一笔相当大的巨款了。抛开船团，能掏出这笔巨款的玩家估计不到1%。接下来用这笔钱好好升级下装备，顺便补足一下船内的补给。药品倒是不必了，大彻彻原创的魔药比市面上任何同级别药品效果都好，当然也难喝很多就是。大彻彻，你有没有啥想买的？你如果钱多，不如直接转给我，我已经没钱了。我给你转了6800海罗币，希望你好自为之，见好就收，争取弄出一些效果好、副作用小的魔药。对了，那个鲜红魔药你再做1瓶给我，以防万一。谢谢大壮哥，我现在就给你做。你天天就知道骗，一群垃圾、变态、下流、无耻、恶心的东西，懂不懂这是艺术？混蛋！自由火以后，可通过蒸馏源源不断获取淡水。现在要买的还是食物，因为有了开胃魔药，食量是之前的3倍，所以食物得按照4人的标准来准备才行。为极东海域做准备，必须存够足够我和大彻彻在海上吃1-2个月的食物，这样即使钓不到鱼，我们也可以支撑很长时间。黑面包的市场价为5单位木料，约25海罗币，口感粗糙，并不好吃，但可以长期保存。香肠就贵许多了，能补充蛋白质和人体所需的盐分，1根要50海罗币。这2种食物很常见，可在普通船的拓展建筑食物加工房里制造。
不过眼信号拓展列表里没这个建筑。关于蔬菜水果，基本被那几个农夫号和水果号垄断了，其他的船都办不到大量产出蔬菜水果。虽然有少数玩家尝试在船上种菜，但效果都不太好，收成很慢。目前市场价格都比较贵，一颗苹果就要100海螺币，还不能长期保存。赵大壮通过崔丧彪联系了一个果农船长。你那里有没有能长期保存的水果？你算是问对人了。我刚制作出来的果干含大量维 C， 都是用上好的苹果制作的，给你的友情价800海螺币1斤。你这太贵了吧？你嫌贵，我还嫌贵呢。10颗苹果才弄出1斤，你爱买不买吧？这是最低价，市场价是1000海螺币1斤。行吧，你给我挑5斤甜的。好嘞，这5斤足够了。这东西反正就是补充维生素的，适当吃就行。仓库里也有些眼球果，到时候试试风干成眼球果干。购买完食物，下面该购置一把大型冷兵器。和蜘蛛女王、饕餮客一战后，发现自己有个严重弊端，那就是武器太短，很难对大型生物造成有效伤害。像海蛇之牙这种短剑，对付小体型生物很好用，可如果面对动辄数米的大体型生物，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收近战武器，越长越粗越大的越好，只收精品以上的武器，最好是遗物，代价私聊。几个小时后，赵大壮锁定了3件比较合适的长兵器，每件都是精品，价格也合适，准备从中选一把。大斩马刀，宝物，精品，狭长且锋利的大刀，可轻松切断牛骨，熟练掌握后，可一刀断牛手。双手大剑，宝物，精品，厚重的中世纪风格，并不锋利，但很结实，需要力量7以上才能挥舞，8以上才能完全掌握，砍不断也能砸断别人的骨头。金刚枪，宝物，精品，用桐油浸润过的牛筋木加金刚枪头制成，穿透力强，具备很强的韧性，如果懂得发力技巧，可以造成严重的贯穿伤。斩马刀胜在锋利，双手大剑势大力沉，金刚枪攻击距离长。赵大壮无奈，准备再看2眼，若没更好的选择，就买下这把双手大剑算了。可就在这时，一条私信发了过来：兄弟，巨剑你要不要？又大又黑，包你满意，而且还是你要的遗物。巨剑，发过来看看。这把巨剑是在一座小岛上发现的，这座岛寸草不生，连湿地都是灰白色的，毫无生命气息。岛上只有一座烧焦的铁匠铺，那里面就摆着这把巨剑。停一下，你到底卖剑还是卖故事的？卖剑，当然是卖剑。属性发我呀。锻铁，遗物，真品，一名铁匠怀着满腔怒火造出来的巨剑，剑身采用不知名金属锻造，因质地过于坚硬，难以塑形，导致粗鄙不堪，需要力量9才能勉强挥动，力量10才能初步掌握。赵大壮瞬间被这把武器狰狞粗犷的样貌吸引，简直又黑又粗又大。你打算卖多少？5万海螺币，概不还价。要不是力量属性要求高，我就留着自个用。武器的确不错，但卖5W 就是糊弄鬼了。哥们，你能不能先透露下这武器副作用是什么，好让我有个底？还能是什么？扣点理智呗。扣多少？你这人话怎么这么多？买不买？最低4万。35000，立刻交易，不废话。3万8，成交。还真沉啊，用双手居然都抬不起这把巨剑，只能拖着走。不过感觉也没什么特别的。恐惧之灵透体而过，你感到毛骨悚然，理智下降5。这武器只怕短时间内用不了了，需反复训练，适应这股恐怖感，减少理智消耗，才能正常使用这把武器。你理智低于50，进入癫狂状态，英勇无畏。恐惧之灵透体而过，你无动于衷。恐惧之灵放弃了纠缠，回去了。这小玩意似乎有那么点可爱，会觉得这玩意可爱，跟大彻彻在一起久了，我的精神也有点问题了吗？目前而言，除非面对大体型生物，还是别用这把武器的好。主要是使用条件太苛刻，需要力量9。但如果能把基础力量提高到6点，那就方便多了。触发癫狂后，力量只差1，可用魔药补足。接下来，我需要抓紧时间提升一下力量。啦啦
一天天就知道骗，一群垃圾、变态、下流、无耻、恶心的东西，懂不懂这是艺术？混蛋！剩下的钱我准备买一些杂物，顺便给大彻彻看一下弓，不够的话能用物资补一下。大彻彻的弓箭品质太低，很难发挥他的箭术，对皮糙肉厚或者有甲壳的怪物很难造成有效杀伤。真病魔法弓，宝物，品质真品，阿瓦罗萨部族真兵打造的长弓，有效射程200米，攻击会对目标施加冰霜效果，造成敌人减少敏捷2点，力量2点啊！这把武器是真的是适合大彻彻呀，不过8万的价格也太贵了，现在账上只剩18000海罗币了，如果把物资也换成钱，大概还能加2万。先试试能不能砍价。低阶工匠强化明石加2万海罗币，换你这把弓可以吗？不可以，你这简直痴人说梦。那好吧，还有优惠的空间吗？我凑钱看看。少1分钱不卖。那好吧，我要不买一把精品弓吧，再用低阶工匠明石强化，说不定能强化出不错的技能了。破甲剑你要不要？效果也不差的，一支300海罗币。三棱破甲剑，消耗品品质良品，具备穿透效果的剑矢，剑头内部有中空的孔，射中后会血流不止，伤口也很难愈合。效果确实不错，就是有点小贵，250海罗币一支，来30支，卖不卖？不卖。那280海罗币一支，买40支呢？成交。之后，赵大壮又以1200海罗币的价格购入2套羽绒服，800海罗币的价格买下2顶棉帽，最后以2000海罗币的价格买下4双长绒棉靴。大彻彻，我买了一些破甲剑，放你房间里了。知道了。还有，我买了羽绒服和棉帽、棉靴。我们不是有火绒毛衣了吗？之所以有毛衣还买羽绒服，是怕极东海域太冷。如果毛衣毛裤撑不住时，可以在外面套上羽绒服，反正不差这几个钱。你是钱多的花不完了吗？要不再给我一点吧，不用给我买东西了。哎，这女人就知道要钱，她不是船长，不知道船长的苦啊。随后，赵大壮边钓鱼边浏览世界频道。今天的目标就是眼球果，准备多囤一些，反正现在有火了，可以尝试下做成鱼干。时间来到傍晚，赵大壮开始清点今天的渔获：眼球果15颗，长腿沙丁鱼9条，红唇鳗1条，囊种刺豚3条。渔网上则粘着3只手掌心，1只独臂蟹。这收获还不错，真是欧气满满的一天。如果都像今天一样，那在进入极东海域之前，还能囤下不少渔获。突然，世界频道的一条信息吸引了赵大壮。绒绒海豹绒好，宝物珍品，用绒绒海豹皮制作的绒袄，可覆盖全身，不仅保暖还防水，即便不幸掉到冰海里，也不用担心冻死。它只有一个缺点，穿久了容易臭。非卖品，50木料交换装备获取信息。虽然像是割韭菜的，但是总感觉50木料换的情报怎么都是赚了。之前还存了不少木料呢。木料发给你了，情报发给我吧。不好意思啊，我刚钓的一条大鱼。谁问你钓鱼了？你如果想要这件衣服，可以来极东海域里钓，只要钓到绒绒海豹，杀死它，进行扭蛋，就有大概率会出。海发顺带来了一个坐标，表示他就是在这个坐标钓到的。赵大壮则陷入了沉默。我靠，我特喵的根本钓不到正常的鱼，什么绒绒海豹，换我去钓，很可能会变成骸骨海豹。哈哈，我的船也是特殊船，恰恰跟你相反。垂钓者的祝福，在任何海域你都能钓到正常的鱼，且钓到珍稀物品的概率增加。垂钓者的执着，只要愿意钓上1天，总会上钩至少1次。感情我的钓鱼气运都被你吸走了。你这件衣服卖吗？不卖，我就这一件给你了，我穿什么？太气人了，这简直就是电信诈骗啊！赵大壮掏出之前得到的低阶工匠明石，这道具只能强化宝物，赵大壮一直没用。像这种强化道具，该用的时候就要用，免得到时候死了。还有能扩充战力的道具没用，那就搞笑了。略微思索后，他就决定强化海蛇之牙。炙热的海蛇之牙已变质，宝物品质珍品，注入火焰力量并得到强化的蛇牙短剑，非常锋利，会对伤口造成灼伤效果，能将蕴含的火焰力量一次性放射出去，喷出扇形火焰，点燃范围内的物品，
冷却时间48小时，使用火焰放射后不再产生灼伤效果。没想到海蛇之牙强化后，居然有了主动技能，这可是质变，就是技能冷却时间有点长。看来武器装备升为真品后，属性都会大幅增强。这2天的气温明显要低了不少，不出意外的话，23天就能到极东海域了吧？为了极东海域准备了这么久，现有的情报除了温度极低以外，还有那个神秘的白雾。对了，等会见了大车车，问问他能不能做一种喝了能让身体热起来的魔药。如果真能实现的话，这不就像开外挂一样吗？